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欢迎透过我们转播一同来欣赏114年全国国小学生跆拳道锦标赛。我所在位置是新营体育馆。今天是9月21号下午，我是主播梦，在我身旁的是我们今天下午的对打项目的讲评老师罗玉仁老师。老师你好。你好，梦婷好。希望下午呢能够带给所有的观众更精彩的表现。没有错，今天早上已经进行了半天的对打的赛事，那今天下午同样也是对打的赛事要来进行。稍后会为各位带来转播的是在黑带男子31到34公斤量级组的第一轮的比赛。哇，今天上午的赛程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到后面几场都是打到第3回合才分出胜负。哇，所以这场比赛接下来到下午的赛事想必会更精彩，因为下午就会到黑带的部分。好了，我们画面上看到就是我们稍后为各位转播的第一场地的赛事，由台东县马兰国小的陈一成要对到仁武国小的段昶志。那现在裁判老师、工作人员都已经差不多要就位，等一下比赛就准备要来开始了。青方选手是陈一成，红方选手是段昶志。好，比赛开始。我前面还在试探当中。哦，青方选手这边自己差点跌倒，很惊险。我这边上端有拿到分数，3比0。我来到了黑带的等级，选手们的进攻的感觉又跟前面色带的不一样，灵敏度跟那个上端攻击还后旋啊那些，是已经出来了，非常好。感觉防守这件事情也越做的比较好，因为在其实早上比赛有一些选手可能防守能力没有那么好，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就是会让对方连续得分。红方选手段昶志出界，现在4比0。好，现在红方教练要提出挑战。好，现在比赛继续进行，5比0。哦，现在8比3，刚刚青方选手又有一个上端得分，8比4。不算。哦，不算，被取消了。现在变成5比4，只有1分的差距。比赛继续进行，还有20秒钟左右。哦，这次晋升还有没有分数？还是5比4。最后5秒钟，哇，这边要拼一个上端，但是没有成功，自己倒地，变成6比4。判罚。没错。哦，这边在时间到点前，青方选手再给他一个上端攻击，在第1回合是由青方的选手陈一成拿下，1比0。我们现在进行的是国小高年级黑带男组34公斤量级的赛事，看一下这一局的精彩的一些回放。其实红方选手都有蛮试图要来去做进攻，不过都被守住。看一下第2回合调整过后，能不能找到突破口？哇，这边
旋踢拿到4分。现在红方选手6比0，6比2，前方选手中端2分。这边前方选手直接7比2。还有50秒，这几波我们有办法有效的分数进展哦。好，刚刚这边有个中端得分7比4，剩3分差距，还有30秒钟。裁判指示2位选手要积极进攻。这边红方选手中单拿2分，9比4。最后的几秒钟，应该也不会再有太大的进展。现在准备要进入到第3回合。第2回合红方选手断场制扳回1城，准备要进入到第3回合的比赛。在高年级黑带男子舞这个项目有20个选手报名，是非常多，竞争激烈。没错，所以有些选手甚至要打到4、5场的赛事。现在第3回合开始。哦，这个上端，这个他抱，应该没有分数，抱着踢就，而且一吃到一个判罚，现在1比0，红方选手领先。哦，旋踢想要做一个尝试，但并没有成功。继续低比分，还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红方选手中单拿2分。哦，他不晓得踢到下裆还是大腿，有时候踢到大腿也是非常痛的。踢大腿，这个手势是，所以红方选手吃了一个判罚。那这边我先要开会讨论一下，希望选手没有太大的状况。2位可以趁机喘息一下，因为打到第3回合应该蛮累的。是啊，不算，取消分数。哦，是。然后再加一个判罚，现在3比1，2分差距，还有55秒钟。3比3了，一个中端得分，3比3平手。倒地。是倒地了。要接受判罚。变成4比3。前方选手积极在进攻。场边出现了教练要进行判罚，没错。也是要针对刚刚前方选手的攻击的部分来去看一下重播，因为到了最后一个回合了。这个教练有争取就会有分数，对。现在变成6比4。剩最后的30秒钟左右的时间。
现在青方竟然要再次提出挑战。这个牌也不用保留了，剩下对，没有就算了，十几秒，不用小心，谨慎的使用了。而且还挑战成功，再加3分，9比4，要懂得应用这个牌。没错，逆转过来了，剩下15秒钟。哦。刚中段没有成功。现在红方选手要想办法用后旋上端哦，但是也被青方选手给守下来，加上自己倒地，现在6分差10比4，剩下2秒钟了。哇，还是持续要拼看看，但是没有成功，没办法逆转胜。对，最后还是由青方选手陈依晨拿下比赛的胜利，挺进到16强。来看一下这场比赛选手的表现。好，下一场比赛一样是高年级黑带男子组34公斤量级的赛事，由梁少奇，巴德国小梁少奇要对到台南市安顺国小的林承志。比赛开始，开始就是一个中端2分，积极进攻，没有错，抓准机会，马上就拿下分数。对，因为现在的节奏都很快，你不赶快进攻的话，不能拖到像以前的传统打法。以前的是对，就是每个都在跳，然后等到最后。0分。对啊，你最后来抢攻，有时候是很难挽回。现在4比4。我记得跆拳道规则是不是也有，就是时间的部分也有调整过吗？哦，最早的时候是打3分，那是很久以前，大概有10几、20年前，10几、20年前，3分实在好累哦，所以。都是看谁先拿到3分，是不是？还是什么？不是，3分钟。3分钟，现在是2分钟。1分半。1分半。今天的是1分半这样。1分半。因为那个是国小组的。是1分半。那以前打那个3分钟，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也是要打3战2胜这样。对对对。还是很累。也不是2胜，以前没有2胜，就是直接对，每一回合打。它这个规则哈，几乎过一段时间就会调整，过一段时间就会调整。是。现在感觉世界的各种运动都是在朝着可以让节奏不要那么慢这件事情来去做改动，这样才会有商业的机会，精彩度。对，精彩度才会提升。在说着说着，青方选手梁少奇拿下了第1回合，以12分的差距。看一下精彩的表现。好，准备要进入到第2回合。林承志先拿2分，哇！不过这边一个上端加一个中端的分数5比2逆转。3分的差距。然后中端有2分，7比2，再一个中端9比2。哇，连续的，现在10分了，要小心，不能再被得分了。16比6，哇，两边互有来往，哇，最后这个上端下去，最后是提前结束了这场比赛。代表桃园市巴德国小的梁少奇，这个节奏有够快吧？是，以直落2
拿下了这场比赛，挺进到了后续的赛事。接下来下一场比赛编号1040的赛事，一样是高年级黑带男子34公斤量级。看到的是来自花莲县明联国小的谢成玉，然后对到是桃园市光明国小的刘成义。我先看起来是红方选手还没有出现。前面聊到那个，现在世界各国的运动都是走越来越快的这件事情，像是棒球，以棒球为例，现在就是投手在投球都会有投球计时器，就是你一个投手接到捕手回传球，你不能蹲在那边都不投，对啊，你可能几秒之内要把球投出去，这样不然如果投蹲在那边不投，就会少会耗，一个打席就投5分钟这样，对，太久，观众也会觉得说没有精彩度，是。现在比赛准备要开始，金方选手谢成玉要对到红方选手刘成义。这个都往下面再踢，就踢到腰部以上，护具的地方才能够得分。没错。那你踢到腰以下，如果踢到其他位置可能会被判罚。对，会被判罚的。现在是金方选手先1比0领先。中端这边有连续2个。是5比0，节奏稍微慢了下来，还有40秒钟左右的时间。7比0，红方选手目前还没有办法突破，没有有效进攻要来尝试做一个回旋的攻击，并没有成功，再尝试一次。现在是7比0，还有20秒。时间感觉比较站在新方选手这边，我做一个比较消极的动作，是被吹了1次的判罚。现在是7比1。这个就是3秒没有攻击的话，就会，就会提醒要攻击。现在7比1，第1回合是由青方选手谢成玉拿下。主要是这边连续2次，很结实，很扎实都有打到。紧接下来要进入到第2回合。4比0，4比2，互有来往。现在6比3。这边有没有上端？有，6比6了。而且护具掉了。这一局打到现在，跟上局相比，就两边都有比较多有效的进攻。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6比6。中端2分。哦，两边都有，没错，10比8，有积极在进攻。特别对于红方选手来说，这局必须要拿下来哦。还有50秒，还很久。哦，有连续2个逆转过来了，12比10。30秒钟左右的时间。小吉现在13比12。哇，红方选手这边再拿2分，现在3分差距哦。哦，中端2分，现在1分差距还有机会。哇，逆转过来了，16比15。哇，在最后的3秒钟，红方选手这边没有办法守住。跆拳道的那个可看处就是这样，你没有到最后，你不知道哪一队会胜。对，原本感觉第2回合，对，红方选手是领先的状况，不过这边要提出挑战了。哦，你看，精彩，影响到胜负，没错。还是要看一下荧幕。不用白不用。当然，最后1秒了，说不定逆转胜了。教练啊，选手啊，都很期待，然后也很紧张。教练感觉都会看起来比选手还紧张。对对对。有意见哦。这些小选手啊，应该是很长比赛，你看他的节奏、他的灵活度，他上场的那个感觉也不会怯场。嗯，是。很拼搏哦。来看一下这几波到底分数是有没有算到？哦，没有。哇，最后是挑战失败，那最后就是由青方选手拿下比赛胜利。恭喜来自花莲县所以积极进攻还是有它的效果在。没有错。下一场比赛会看到的是一样的量级，红年级黑带男子34公斤量级的赛事，由来自嘉义县大同国小的刘成王玉要对到的是台东大学附设实验小学的杨承安。中端这边有拿到分数，4比2。哦，刚差一点。哦，这边上端有5比4逆转了，哇，再来一个8比4。这边中端没有拿到分数，要被判罚。哦，是因为1分，青方选手倒地，现在9比4。哦，这边近距离的各拿到分数，11比6。哦，有这边陈伟老师给了要求2位选手积极进攻，现在11比6。我这边的攻击有守下来，
最后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红方选手杨承安拿下了第1回合，在后面的几秒钟的防守做的也是非常的不错，对方的几次进攻都有守下来。你看这小朋友很专注的在听教练的指导，那种专注的神情哦，让人家觉得很崇拜。很崇拜吗？对，那个小朋友这么专注。毕竟可能训练很久，也就为了站上比赛场上来做表现这样。好，来准备看到第2回合的赛事，第1回合是由杨承安给拿下。哦，上端3分拿到，3比0。都没有太有效的分数进账。哦，这边有吗？哦，要提出那个，是不是？到，应该没有哈。没有，现在是继续3比0。那个步调慢下来了，1、2、3。那边。稍微慢了下来，慢了下来了。几次的进攻都还没有办法有效的获得分数，现在还有35秒钟。还是3比0，哇！我追上来了，中端2分，1分差距还有25秒，还很难讲哦。哇，有了，逆转过来了，4比3。哇，红方选手这边中端再拿2分，现在5比4，现在5秒钟，新方选手要加快他的进攻节奏了。最后2秒，这个时间没有跑。剩下最后2秒钟，如果新方选手没有办法拿下分数的话，可能要看起来是这边记录台的电子的部分好像出现一点状况。刚刚最后时间好像没有跑。所以先来看一下状况如何，还在等最后的判定。红方选手现在是1分领先，而且在第1回合也是红方选手拿下来，所以这回如果赢下来的话，就会挺进到接下来后面的赛事。哦，我们现在是5比4。争取回2秒啊！没错，最后2秒钟。哦，最后这边都没有得分，那就是由红方选手杨承安拿下了比赛胜利，晋级到接下来的16强赛事。也是打非常精彩。2个回合的落差都不大。昨天我们的品势就比较安静，选手是。那对打的选手会比较跳动。没错。在律动感比较强。对。
你看在国训中心也是一样，那品色选手比较好，比较好管理。那对打的选手的话比较活泼，比较活泼。对对对，品质就比较文静。好，比赛开始。我们现在进行的是高年级黑带男子29公斤量级的赛事，由吴杰成来自往西国小对到王俊全，马上就6分。是。进攻很凶猛。在一个上端得分9比0，但是这边是轻，对一次的判罚，而且分数不算，不算，轻的，红的不算。9比1，刚刚有一个上端得分。这边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分数，现在是9比1，红方选手领先。刚刚有上端得分，现在在1分就提前结束这一回合。有了，好，这一回合就提前了。没错，5个上端的得分，15比1，拿下这一回合。红方的选手是王俊全，来自台中市的仁美国小。教练要叫他要防守好，不要一直被那个头对，一直上端，一直有空档让对方进攻到。他很聪明哦，他会转回来，快要出界，他知道要转回来，非常灵敏的转回来。哎，倒地，哇，现在是变成要10比0了，刚又是连续3个上端的得分。刚有摸到对方的上端，10比3，男子又出界。男子一只脚出界就不会被判罚。一只脚出界就不会被判罚。要2只脚。这边有2只脚了。对，那这判罚下去就变成15比3，提前结束了。提前结束了。恭喜红方选手王俊全拿下比赛胜利。这个速度很快哦。老师跟你分享一下，就是我们那个转播这个行业是非常忌讳讲这个字的。好，知道。我是那个初体验。没关系。要多多学习。那在编号1043场的赛事，原本是由红毛港国小的蔡维伦要对到内埔国小傅可成，那最后是傅可成选手弃赛，那就是还没到，那就是可能要稍等一下。1043的赛事最后是蔡维伦拿下胜利，因为他的对手是直接弃赛。那现在要进行到1044的赛事，2位选手分别是陈彦佳跟庄子安。好，比赛开始。陈彦佳是来自新园国小，庄子安来自永康国小。好，开始就是一个中端2分，庄子安是一个上端的3分。
哦，有3分，啊，哇，现在变成4-3。那边这边有点久了哦。对，超过哦，前方选手倒地，这个判罚4-4。这边是红方选手一个犯规。哦，自己倒地。没错，6-4，还有30秒钟。这边中端2分拿到，哇，又是一个中端10-4。上端也有分数，13-4。哦哟，旋踢5分啊，下来直接结束了这个回合。好强啊！对，哦，他杀你一个出其不意啊。对，有时候会刚好闪掉，就对。然后这边是自己不小心跌倒了，然后这个是最后的上端旋踢拿到5分。他旋踢出去还会倒勾回来，让你很难躲掉。这个是平常有训练的，不是自己会倒勾的。平常训练也要比赛用得出来才是真的厉害。有时候比赛太紧张就会忘记怎么。对，这个有一点像蝎子踢。哦，蝎子踢。对。现在进入到第2回合，青方选手现在4-2分领先。以前的头部是要打到你头晕读秒或者是很重击才会有分。哦，真的哦，那么严格。以前的我是觉得现在改成这样，不要重击，等于是说保护选手。我觉得非常好，也是一种运动，不一定要把你重击到倒地啊。现在里面6-6。这边近距离都没有分数，小心要出界了。对，剩下25秒。哦，又是在出界边缘，还是6-6没有分数进账。哦，这边是青方教练要提出挑战，因为现在也是一个平手的状态。针对上端的部分。报告，金龙国小李冠志教练指示裁判组。来看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攻击到青方选手这边。哦，削到哎、削到的话，通常可能是看看那个裁判老师认为认定。我现在在进行确认当中，现在进行到第2回合。第2天的赛事也来到了下午的比赛，也是最后的部分了。因为全部的赛事到今天就会告一个段落。紧张。然后在等待结果出来的那一瞬间。
也是处理的比较谨慎一点。没有。哦，最后是没有。对。所以现在还是持续平手的状态。6比6，还有最后的10秒钟，第2回合，红方选手要想办法拿下分数。哇，很积极在做进攻，哇，结果反而是青方选手拿下2分，8比6，剩下最后1秒。最后哇，在最后的2秒钟，青方选手拿下了关键的2分，恭喜陈彦佳，来自屏东县新园国小，没错，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最后第2回合打得有点惊险，不过还是有赢下来。下一场比赛一样是国小高年级黑带男子组29公斤量级的赛事，2位选手分别是青方的孙家泽，要对到红方选手张宇翔，分别来自中原国小以及新湖国小。现场可能要一点技术上的问题需要做确认，所以现在也稍微暂停一下，稍后会来开始。在高年级黑带男组的19公斤量级有12位选手来报名，前面刚进行完了3场的16强赛。这场比赛结束过后，我们会跳到下一个量级，就是31公斤量级的赛事，再为各位做赛事的转播服务。今天下午的比赛全部都会是黑带选手的比赛，所以相信跟上午的色带的选手一定会有很大的不一样。特别是在技术成熟度的部分等等的。好，现在比赛准备要来开始。谢家泽轻放，那红方是张宇翔。这边上端分数有拿到3比0，各拿一个中端5比2。哇，红方选手红方的针对上端的部分，没错，比较很强，是10比2了。他都是上端，对，瞄准对方的上端来做，又一个上端的分数13比2。上端的分数比较快。哇，这边中端拿下来15比2。哇，那针对青方选手的部分，应该教练需要赶快做一些调整啊。针对红方选手上端的攻击，要做出一些因应。很扎实啊，而且很快。对，这个柔软度要相当好。是，他一抬起来就没有迟疑的就下去了。好，准备进入到第2回合。又是上端得分3比0，真的是很凶猛。我刚刚又是一个，又一个9比0了。他右脚很强。是，很厉害。对啊，柔软度快很准。再来一个中端2分。中端也可以。是。哇，这边后旋有分吗？应该没有分，然后自己倒地。11比4。这边
反而是红方教练这边要提出挑战。哎，哦，这边要进行一下分数的确认，可能有点状况，对。哦。 好，最后是红方选手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好，刚刚可能是发生什么状况了？它的柔软度非常好，红。好，紧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我们会看到的是编号1046赛事由黄玉庆对到沈幸村。青方选手黄玉庆，红方选手是沈幸村。现在2比2。有选手倒地了。哦，中短2分拿到6比2。哦，这边上端有没有？有。9比2。9比2。11比4，两边各拿一个中端分数。这边再来一个13比4。哇！最后上端分数拿到16比4。今天的节奏都很快。老师。好，第一回合最后是由红方选手拿到胜利。一开始是新方选手连拿了4分，中端2分，再拿6比0。哦，红方选手这边提出挑战，好，来进行上端的确认。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这个重播到底有没有拿到分数。哦，3分。好，所以拿到3分。现在是6比3。金方选手再拿2分，哇，这马上要再提出一次的挑战。哇，短短的10秒内，因为没被没收，就继续使用。对，没错。
实啊，练跆拳道对打的小朋友，他可以培养他的胆识跟自信心，我觉得非常好的一项运动。没错。尤其是胆识方面。哦，不要畏惧与对手对抗。对。所以我就说，对打的小朋友，如果你没有这个胆识的话，就很难把这个跆拳道的对打打得好，一定要有相当的自信的胆识。如果都不敢攻击对手，对，绝对不可能会赢。对，要有这个霸气。是。好，现在是14比7，现在是青方选手7分领先。不过护具掉了。都很灵敏哦，两位追上来了，非常灵敏。4分差，哇，2分差，还有机会。哇，非常帅气的动作，拿下了5分。现在19比16，逆转过来。现在剩下6秒钟，青方选手要赶快得分，这边有没有？没有成功，而且还自己倒地送对方1分。现在剩下最后的几秒钟，哇！红方选手再拿一个上端的3分，最后这个回合应该是会红方选手胜利。我看一下这边是不是要做一些挑战，还是确认部分？没有。没有。所以目前看起来现场有一些部分需要做调整。第一回合是红方选手获胜，那看一下这个回合，刚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旋踢的上端分数，一口气拿了5分。来自新竹县新埔国小沈幸春。好，现在调整时间到剩最后的几秒钟，3秒。目前还在调整现场的计分板的部分，接下来的赛事也都会是现在这个量级高年级黑带男组31公斤量级的16强赛。现在是5分差距，剩下最后2秒钟。那最后红方选手当然是采取比较保守的防守的态势。那最后是红方选手沈幸春拿下这场比赛胜利，挺进到了8强。来，下一场比赛会是新竹县新湖国小徐伟成对到台北市万大国小的王博瑜。看一下这场比赛精彩的一些回放。
一样是高年级黑带男子31公斤量级的赛事，由徐伟成对到王博宇。好，比赛准备要来开始了。好，这边只是双方要积极进攻，王博宇先拿到一个中端2分。4比2，哇，4比4，两边都有分数的进账。哇，连续的分数在红方这边哦，哇，青方这边逆转了，11比10，刚两边真的是很快速哦，还没回神，对，分数我还没讲完呢，分数都已经跳到不知道跳去哪了。哇，这个分数怎么进账那么快？17比13，红方选手现在4分领先。因为他有一直踢啊，就一直进账。对。这边分数没有，青方有拿到2分，现在7比15，还有不到20秒钟的时间。又有了，有。我平手了，19比19，只有10秒钟。旗鼓相当。没错。哦，这边中端有哇，连续的，26比23，现在红方选手领先，28比26，一脚之差而已。最后是红方选手王博宇2分拿下第一个回合，哇，非常的精彩。两边的节奏真的是积极进攻，没错，都来不及讲完，分数就一直出来，所以没有让我们失望，不是站在那里。是。好，请接下来要看到第2回合的赛事。哦，又来了，连续的得分，6比2，现在红方选手4分领先。这边有个抓人，而且青方选手感觉腿好像不太舒服因为刚刚抓人的关系，这边分数也不算，扣回去，现在11比9。13比13，15比13，15比14，来个正拳，对，还有个正拳。哇，从他那边想要来一个正拳，有。16、14，场面出现状况。3分。哇，这个3分下去，19比14。这边幸好没有倒地哦，撑住，还有5分差距，15秒钟，王选手领先。这边中端连续拿到了，这边是拿到2分，再拿2分。青方选手的腿感是不太舒服。哇，是非常有运动家的精神，继续坚持下去，完成最后的比赛。最后是红方选手拿下比赛的胜利。恭喜来自台北市万大国小王国瑜。
这场比赛是来自台中市华盛顿双语小学的徐凡勋，要对到的是来自花莲市中正国小的谢丰灿。好，比赛开始。 两边现在都还没有太积极的进攻，时间已经过去20秒了。他们都有点消极哦，已经过了30秒钟了，哦，又开始有进攻了，但是踢到背。对，没有得分。 裁判老师在给指示，现在只剩下40秒钟，一会儿已经过一半了。哦，这边秦方选手倒地，王选手这边一个中段得分加上一个判罚的得分，现在是3比0。秦方选手不可以再继续不进攻了，他现在落后5比0。这边爆人的状况。对。哦，这边拼个上端拿到分数了。哦。剩下2分差距，剩3秒钟。追上了。抓。哇，这边是抓人。 啊，这样3分不算，哇，那就6比0，有点不妙了。最后是第一回合6比0，由谢丰灿给拿了下来。两边在比赛前段都比较没有进攻。 到了后段才陆陆续续展开一些攻势，那第一回合是由谢丰灿给赢了下来。这一队都比较消极。 哦，有了上端得分。哦，这边拿到一个中段的分数，3比2。现在3比3。有时候报裁判还是很难看得到，因为他报在后面。那在这种2个人都不发动攻势的情况下，他的消极是怎么判定说他要吹给谁？看他的脚步啊，如果他一直往后退的话，哦，看他积极度。一个是往后退，一个往前的话还是有差。对，一个站在中间呢。现在是7比6，同方选手1分领先，这15秒钟。 哦，王选手出界，现在9比8，判罚。哇，9比9了。哦，剩6秒钟，会不会有分数？哦，我最后没有的话，就要看技术分的部分。现在看起来
第2回合是判给了蓝方选手获胜，那准备要进入到第3回合。好，第3回合开始，现在两边还是没有分数。哦，这是判给红方选手一个消极。消极。红方选手这边拿到那个中端的2分。各拿2分，现在是4比3，1分的差距。哦，这边拼上端。哦，哇，就是这边被判罚，现在5比3。两场比赛很低比分哦，哇，上端分数拿到6比5逆转了。10秒。对，最后10秒。哇，最后是新方选手连续的得分，哇，在最后的3秒钟发生这种事情。现在8分差距。啊，最后进攻也来不及了。哇，这场比赛新方选手上演了一个逆转胜，还蛮出乎预料的一场比赛。对，因为前面大家节奏都没有到最后，你不晓得是哪一队会胜。是。即使剩下2秒、1秒，突然的一阵连续得分。因为青方做很多那个下压的动作，你看下压。你看他的柔软度非常好。下一场比赛由台南市永康的复兴国小侯信佑选手要对战的是嘉义县埔子大同的冯一瑞选手。有时候上场的时候抓不到那个感觉，就很难发挥出来。是。就像游泳啊，你抓不到感觉就是很吃力，抓得到感觉就会来。对对对对。这边上端拿到分数了，3比0。哦。现在是6比0。哦，又是一个上端得分，他打了3个上端得分。哦，那还要做一个回旋，11比0。再分就要提早结束了，14比0，拿下第1回合。侯信用选手进攻非常的凶猛。好，接着进入到第2回合。
2分，6分了，哇，这边倒地，7比0。这边要求两边要积极进攻。哇，12比0，最后是青方选手拿下比赛的胜利。一些上端的得分以及中端的分数都有拿到，加上对方的几次判罚，最后是直罗尔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晋级到8强。下一场比赛会看到的是赖佑旭要对到郑宇成。比赛开始，率先是青方选手拿到2分。再拿了一个上端的分数3分。红方刚连续的进攻拿下2分，现在7比2。7比4。这边上端有了，7比7平手。哇，紧张。这边青方要提出挑战，上端的部分提出申诉。对，刚刚是青方选手这边疑似有进攻到对手上端的部分，那裁判一开始是并没有提出，那就来看一下挑战过后会不会把这个分数给算进去。我们来看一下重播。目前花了一点时间来去做确认。那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新余体育馆，它除了是我们这一次全小景的跆拳道比赛的比赛场地之外，在今年在台南举办的全中运、全大运也都是在这个场地
来进行比赛。它同时应该也有羽球场啊，然后篮球场的用途，是一个还蛮多功能的一个室内的场馆。好，那现在挑战结束之后，并没有分数的进账，是红方9比7领先。再拿2分，11比7。哦，追上来了，11比11，剩下只有10秒钟。哇，最后是新方选手13比11拿下第一个回合。刚刚那个选手很厉害，1、2、3，他踢3下，如果踢4下就会被判罚。哦，对有这个规定。对，空中1、2、3，他刚刚踢3下，有2次都是哦，就是最试极探性的，限就是3次这样。对，所以他们那个小朋友非常清楚这个规则。对。哦，这边有上端的分数3比0了，6比0再一个，不过。哦，刚刚红方选手节奏好快，突然连续的得分哦，8比4，而且红方选手倒地。倒地要看自己倒还是被推倒的。是。那这边分数是给到新方选手，所以目前是9比4。哇，这边的旋踢，但是没有分数进账。哦，有红方选手倒地，加了1分。哇，新方选手真是追着红方选手在打啊，最后连续2个上端得分，16比4，直落2，拿下了这一场比赛。最后是新方的选手赖佑旭打败了郑宇成，挺进到了后续的比赛。下一场比赛会看到一样是在高年级黑带男组31公斤量级的赛事。我们先看一下这场比赛精彩的重播。这边一个上端的得分，这边回旋也是非常有水准，虽然说没有直接得分，不会造成对手的倒地。下一场比赛会是由来自东兴国小的严成敏对到来自龙安国小的欧阳燕安。前方是严成敏，红方是欧阳燕安，比赛准备要开始。好，现在新方选手先拔得头筹2比0，再拿了一个中段分，哦，再一个8比0。青方进攻积极。哦，又是一个现在10比0了，哇，6个中段得分，直接把第一回合给拿下来，而且都是有效得分。嗯，没错，命中率还蛮高的。对。新方选手严成敏，来看一下红方选手这边中间休息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调整。好，现在进入到第2回合，目前是连续的青方的中端得分，现在10比10，红方也是不甘示弱，旗鼓相当。现在有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边几次攻击都守下来，青方选手这边拿2分。哦，有了。哦，有，16比10。16比10。16比12。各有一些中端得分。哦，青方
很厉害，他没每一脚都可以得分，他都看准了。快很准的进攻，现在有6分差距。裁判要求双方积极进攻，现在8分差、6分差，剩下最后10秒钟。哦，有扎扎实实2分，声音还很大。再来2分，哇！最后在时间终了前，还是提前结束了这场比赛。最后是青方选手严成敏拿下了这场比赛，挺进到接下来的8强赛事。来看下这场比赛精彩的重播。连续踢击，他的青方的脚的力量非常扎实，是，所以有时候你摸到不一定会分数会出来，需要有一定的力道达到才有。对。像是如果是电子护具的话，那就是要踢到他的分数点，对他才会有分数。对。如果你踢很大力，没有踢到点感应的地方，也是没有用。下一场比赛要看到新竹县安心国小陈彦杰要对到来自秀朗国小的梁家瑞。现在看来是有红方的教练，可能还在其他场地忙碌中。那在等待的同时，我们请观众朋友稍微休息一下，我们等下回到比赛场上。欢迎回到114年全国国小学生跆拳道锦标赛，现在要进行的量级是高年级黑带男子组31公斤量级的16强赛。青方选手是陈彦杰，红方选手是梁家瑞。现在比赛准备要开始。红方的秀朗国小的教练刚刚也在其他场地顾选手的比赛，所以随迟但到啦。虽然说比较晚来，但是还是出现了。小朋友自己一个人。现在比赛开始，两边都有蛮猛烈的攻势，但是还没有分数的进账。
两位都守得好。对，在防守能力都不错。我现在有一个中端得分了。再一个中端得分，4比0。哦，这边应该有6比2。哦，本来一个上端了，被他手挡掉。对，手到了。防守很好，现在4分差，剩20秒钟，6分差，现在8比2。青方选手要拼一下。哦，针对上端的部分也有要去做进攻，但是反而被红方选手拿到分数。这时候要挑战了。来看一下挑战结果。目前还在确认当中。好，最后挑战失败。哦，应该有了。哇，最后是14比2。在第一个回合，由红方选手梁家瑞提前结束。来看一下第2回合，青方选手这边要做出一些调整。好，来看到第2回合的比赛。有了。哦，有各2分，各4分。4分。红方选手拿下2分，6比4。哇，这边有守住，而且马上来补一个中端的分数，8比4。红方选手防守的功夫蛮不错的，都有办法在趁着对方进攻的空档再拿下分数。现在13比6。这个红方的旋踢很有力，中端旋踢。青方选手这边刚刚倒地，现在14比6。红方选手在最后这个上端分数拿了下来之后，19比6，以直落2击败了陈彦杰，梁家瑞击败了陈彦杰，拿下了这一场比赛，进行到后面的8强赛。以上是国小高年级黑带男子组31公斤量级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现在选手的表现。红方选手的攻击非常的有力，那在防守部分也都有办法趁着对方的小空档抓到进攻的机会。
下一场比赛会看到的是陈依晨对到陈佑敏，34公斤量级的8强赛，16强赛。红方选手是陈依晨，青方选手是陈佑敏。那陈依晨在前面稍早击败的是段承志晋级。现在3比0，哇！博后选手这边有点面露痛苦哦，是不是被踢到？不知道。护裆的位置。我们还是有带护裆啊。对，但还是他看起来是很痛，然后还是踢到大腿。都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赛继续进行。优秀的选手就是这样，忍痛继续。没错。继续参赛，继续比。那可能要请那个防护。对，看起来不舒服。看教练的意思。比赛继续进行。哇！就在不舒服的情况下，还用这个上端旋踢加了5分，9比1。哇！但这边也被对方攻击了上端，目前掉了3分，现在9比4。这个轻的积极进攻。没错，趁你病要你命，趁你不舒服的时候，赶快抓紧机会追分。这边上端有没有分数？没有，10比9，现在青方逆转了，两边都倒地。现在12比10。14比10，现在4分差距，红方选手领先。要申诉，红方要申诉，要。这边让红方选手陈依晨稍微喘口气休息一下。这个就是跆拳道精神。没错，即使已经很痛了，但是还是要奋战下去。而且男生是爱面子的，怎么可能可以接受一半就自己下场？你想要下场，教练也不允许，也要训练他的自己那个不惧害怕，然后也不可以中途而退。没错。一般教练都不太会中途放弃，除非是很严重的，真的很严重的状况。其实相信选手的好胜心也是会让他们想要继续站在场上奋战的重点。好，比赛继续进行，现在14比10。红方选手出界。然后青方选手这边同时也要教练要提出挑战。没有。比赛继续进行。14比14。这没有分数。刚好。现在看起来是平分的状况，要看技术分，看一下最后是谁获胜。这边是青方的教练要提出挑战。头部。
现在在进行重播的确认，也是会攸关到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哇，有3分，他就是青方选手，可以拿下第一回合，没有错，17比15。接下来看第2回合。红方选手这边因为开赛的时候是取得领先，中间不知道是腿部不舒服还是有其他地方不舒服，让青方选手找到了突破口，连续的几轮的猛攻。那红方选手有一些很漂亮的动作。这场比赛两边都是没有在怕的，也没有在让的。对对对，都非常的凶狠。平常的训练就是这个胆识很重要。没错。好，比赛继续进行。好，现在看到现场积分板好像还没有调整好，这是第1回合的状况。现在是第2回合。没错。好的，比赛开始。哇，一样，青方猛攻哦，很积极哦。对，哇，这个是火力全开的状况哦。现在6比3，8比5。哦，红。我这边红方的几次进攻都差一点点。这边中端也没有分数。目不暇给了。哦，对，3分的差距。2位选手的企图心都很强。这边红方中端现在1分差距哦，还有机会。50秒钟。哇，青方选手倒地。8比8。又平手了，剩下35秒钟。这边青方拿到2分，10比8。20秒钟。这边尝试想要攻击上端没有成功，青方选手倒地1分差距。这边中段有没有？没有。10比9，还有10秒，青方选手能不能守住？5秒钟的时间。哇，两边同时都有倒地的状况。比赛继续，剩下最后1秒钟。大会报告，大会报告。哇，最后青方选手出界，那这样子看起来会变成平手。平手。报道，谢谢。那这样子，积分板看起来又要需要做一番调整了。刚到最后的应该是0点几秒，突然青方选手在防守的时候不小心出界，这边可能会掉1分。大会报告，大会报告，请新竹县2重国小、新竹县上管国小的教练，请至裁判长这边报道，谢谢。所以现在应该再重新设定以及做一些确认的部分。
果同分的话，就要看他们的踢出来的难度。没错。现在还在进行确认的部分。到了下午，人也是没有减少，感觉现场的人也是越来越多了。哦，对，家长越来越多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家长也很乐意参与。没错。而且明天就是礼拜一，又要回学校上课。像在我们现在主播台后方有几个小朋友还在赶功课，明天要回学校上课了，功课可能这2天来比赛还没有时间写，这样边比赛边做功课，对，优秀。哦，不错，没收。现在状况有点小小的复杂。再看一次了。而且目前还在进行一些地方的确认，所以花了点时间呐。因为每一场比赛都非常的重要，不可以这样子随便的草草结束，还是要做到没有问题。比赛结束，看起来应该是青方选手获胜。这场比赛结束的有点突然，不过这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由来自花莲县北埔国小王兵对到山顶国小的黄凯博。比赛开始，由王兵对战黄凯博。哦，第一场。
第一个回合就是秋风扫落叶之姿12比0，王斌给拿了下来。看一下第二回合。 现在3比0，又有了7比0、9比0，哦，再差一个上端有了，哇，2个12比0，王斌啊展现了强大的实力，把这场比赛给结束掉，晋级到了后面的赛事。下一场比赛。 是来自龙埔国小李佑成要对到的是黄仁佑。裁判老师目前在开会，确认一些相关的事项。比赛开始，青方选手是李佑成，红方选手是黄仁佑。比赛继续进行，那青方选手是6比2的领先。 现在是10比4。是。哇，这边互有来往，16比10。哦。16比10，现在青方选手9分领先。 哦，不过这边是分数被扣掉，应该是有抓人的被状况。取消。哦，21比11。 红方的教练这时候要使出挑战。现在正在进行这个重播的确认当中。
所以这个挑战是成功，拿下了3分，现在21比14，7分的差距。29比16，最后还是由青方的选手李佑成拿下第1个回合。第二回合开始了，两青方选手先拔得头筹2比0，不过很快被追到2比2，各一个终端的得分。这边互有来往，9比4。13比6。15比6。哇，这边硬要上一个上端的得分没有问题。对，18比6直落2，两个回合都提前结束，拿下了这场比赛。李佑成晋级到了8强。下一场比赛是由青方的选手梁少奇要对到的是红方选手中原。青方选手2比0。有3分。这边有一个上端的进攻，刚一开始没有算到，后面补了回来，现在5比0。哇，青方选手倒地，现在9比3。哇，连续得分的中端分数现在10分差距了。哇，这边中端再拿下来15比3。哇，梁少奇他在他的第1场比赛印象就非常深刻，进攻也是非常的凶猛跟犀利。现在第1回合又是一个提前结束的状况。今天下午很多场提前结束，可能还在比较那个16强、32强的阶段。哇，这个大长腿是5比4逆转。再一个中端得分7比4。11比4，哇，连续又是得分。哇，红方选手这边想要拼一个，
还没有成功，自己倒地，现在12比4。12比6，然后红方这边中段再拿2分。14比6。还有20秒钟左右的时间，两边有6分差距。哇！红方选手倒地，17比8，剩下15秒了。好，最后也是提前结束，21比8。我们连续好多场都是提前结束。是。希望后面也是可以维持这样子的状况。来看这场比赛的精彩的回放。下一场比赛会是编号1057的赛事，由林佑颖要对到的是谢承玉。现在蓝方选手目前还在前往场地的路上。好，比赛准备要开始，可以看到是林佑颖要对到的是谢承玉。谢承玉在前面稍早是打败了刘义成，拿下比赛胜利，晋级到现在的比赛。现在是4比4。哇，连续的分数进账，现在9比4。现在20比14，最后时间到点，第一回合是由林佑颖拿下了胜利。林佑颖在第一轮是轮空的状况。好，准备第二回要开始了。
一开始就是新方选手拿下2分。这2队都有积极在进攻。没错。分别是来自高雄瑞兴国小跟花莲明联国小的选手。双方的防守也非常好，也不容易攻进去。是目前经过了一半的时间，才各得4分跟2分哦。2分对。现在新方选手是6比2，哦8比2，开始红方有一点破绽出现喽。哇，连续的得分，12比4。哦，连续的，12分差，哇，最后是18比6，最后是林佑颖。这一场又是12分差。是，这场比赛林佑颖在整体的进攻都表现得非常的好。来看一下这场比赛精彩的表现。青方的旋踢，中端旋踢踢得相当不错。还有他的招牌的武器这样。好，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是编号1059赛事，由黄国珍要出战的是谢杰修。那编号1058的赛事，由于洪宇杰选手是没有办法来参赛，所以最后是离上直接晋级。所以画面上看到了1059的赛事，黄国珍出战谢杰修。一开始新方选手就拿了2分、3分，2+1。红方这边马上要提出挑战。红方认为是头部有分，是去争取。来看一下重播。看重播最准了，看有没有分，就一目了然。对，马上见分晓了。有时候在比赛那个太快了，真的是会看不到，我们有时候也看不清楚。对，那个节奏很快。我现在在电脑前面那个是我们早上的赛评老师对，韦老师。赶场。通常裁判是，他可能是要几场要轮一次，每一场都要轮吗？还是可能2、3场这样？大概就是每一个轮一回，然后就下去休息，然后再轮。是。对。今天同时是有4个场地在进行比赛，报名的选手可以说是非常的多，非常踊跃。其实这个平台很好然后让小朋友有一个历练，是，然后又鼓励小朋友多多来参赛，有的还，像第一个场地还有实况转播，对，就我发现说实况转播，不管是教练啊那个选手，都会比较好看、可看性的，比较帅、比较漂亮，奇怪，我下去看。有这么帅吗？有这么漂亮吗？摄影机有摄影机的魔力。对。好，这边挑战成功是红方选手这边有拿到上端的3分。挂腿。旋踢。红方选手这边拿到2分的中端分数。现在7比7。有新方选手3分。厉害哦，加油！红的会用正拳。对，刚刚好像是要用正拳，但是没有成功。对，力量还不够。现在是4分，差距要50秒。
哦，哇，倒地了，12比7。哦，哇，这个前踩的力量很大哎。对，哇，好厉害！我记得黄国珍他昨天好像也有参加品试，有些好像对他名字有点印象，哦，蛮厉害的。贞子啊，对。哦双栖的，对啊，很厉害。嗯，那个真的是对跆拳道的热爱，跟也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你看他们的移动脚步，每天都要练，然后还有一些基本动作。然后如果同时他又要在练品试，哇，对，事实上品试的动作，到就是不管你对打还是品试，都需要这个基本的功力，就是基本功也要练好。最重要就是基本功的部分。对对对，不是说打对练那个跆拳道的基本功就不用练。不过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打的话，就像他很多脚背旋的动作，那在品试里面就比较少，一定要用脚掌。是。那这个对打的话，脚背的动作非常多。那真正的攻击是用脚掌去击破啊，那一些，用脚背的话比较困难。哇，这个重播花了一点时间来做确认哦。今天我们花这个时间都花很多。对，今天在处理设备跟看重播的时间真的是有点长。对，有时候要回放啊，这个很难抓这个点。是。有时候回放太多太少，所以真的是要花很多时间去在这一方面。看起来是有一个答复了，最后是挑战成功。这个就是他们的权利。没有错。那教练要非常懂得去争取。现在的教练越来越聪明了，越来越厉害了。互换位置，就是刚刚你站什么地方，现在开始也要回到刚刚结束那个地方。小朋友都很专注的在看那个听教练的指导。哦，非常的猛，没有错。对，积极进攻。来到了第2回合，哦，连续6分了，没有要给红方选手喘息的空间。来了2分了，红方2分了。哦，他试图用正拳，有拿到1分。有哦。今天不常看到正拳。对，他擅长哦。哇，真的很喜欢这个正拳就是近距离的，是见缝插针的感觉。现在8比3。不错，这一组都非常积极的在进行比赛。现在7分差距，想要拼一个，哇，马上被秦方选手抓到一个空档，我幸好有闪掉。虽然红赢了7分，但是他还是积极的攻击。
还有20秒钟。哦， 8分的差距。红方还是很有运动家精神，持续的对哦，旋踢，但是没有踢到。我还是很积极在做进攻，非常的厉害啊。最后是新方选手黄国珍2比0打败了谢杰修，挺进到了后面的8强。红方选手虽然到后面落后比较多，不过还是很努力的在做进攻。他没有退缩，还是积极进攻。没错，运动家的精神对，就是也有想展现说，哎，也许还是有机会的。下一场比赛由杨承安要对到的是林冠豪，分别来自东大实小以及华人国小。好，比赛开始。都是试探性的踢，试探，哎，哇，倒地。杨晨在第1轮是打败了刘成王宇，然后挺进到后面的比赛，3比2。5比2，刚刚有一个中端得分。哦，这个选手他进攻上端的那个力道还非常的足够。那边需要积极一点哦，剩下一半的时间。哦，空档这边被抓到了，12比2。哇，最后再补一个中端得分，14比2。红的很难踢到有效得分。新方选手的防守也表现得很好。对对对。来自东大实小的杨承安，赢的话就是晋级8强。好，第2回合开始。两边都在试探。没错。哦，差点跌倒，哇，这个救回来。哇，还拿到2分，现在2比0。刚各一个上端的得分，3比5。被挡掉了。这边有没有分数？有，一个中端7比3，啊，红方选手出界，变成7比4。这个出界要看是对方推出界的话，就要判对方。对，不能有太明显的推。对对对啊，如果是自己出界，那就判给对方。是。现在2个中端分数下去之后，新方选手现在逆转了。两方企图心都很大。新方选手这边倒地，但是有一个上端得分，现在看一下。好，比赛继续，11比8。还有25秒钟。剩下1分差喽，精彩了。那清就12分了。紧张了，看一下剩下最后14秒，红方选手能不能把比数给追回来？我在积极进攻。这一般都是落后的比较积极。对，需要拼一下，但是最后一些空档被青方选手给掌握住。他刚刚差一点出界，他自己赚回来，好厉害。非常的厉害。那最后是青方的选手杨承安，这个平常就是会有这种训练。对对对，在界外区附近的训练这样。就是说，你平常打比赛的话，你就是一定会这样。那个教练也许会在下面
提醒说绕回来，绕回来。是。好，最后是由青方选手杨晨安以。其实他们选手边打哈，就会边听到教练的声音。真的吗？我有时候在想说那么吵，现场有时候很大声，到底听不听得到？他只会听到教练的声音，已经其他的声音对其他的声音他听不到的。好，今天想要带回的赛事是25公斤量级的比赛，由石新玉要对到的是叶德义，是新和国小以及上华国小的选手。这些小朋友的打法，也好像我们的成人的打法，那种感觉是很厉害。是，就是从小这样打上来。你看他的动作，也就像我们看，大专组或者是高中组的那种动作。是。所以他的动作是这样从小这样培养上去的，所以不会有落差，很少有落差。例如他们会踢三角这样，或者其他的转啊那一些动作的部分。对对对，你不会觉得说看他们的会很突兀。那个国小组的觉得动作很突兀都不会，因为教练也是这样训练到大学。没错。所以也不会觉得说国小组的就是动作跟大专组的不一样，都是一样的，只是小1号。哦，后踢，转身后踢。哦，连续2个转身后踢。7秒、6秒。哇，最后是第1回合，由红方选手叶德义拿了下来。2位选手都非常的积极在进攻。哦，很扎实的上蹲攻击。是。来，有，很漂亮，非常漂亮。你看他的跳，哇！这个动作是这样慢动作，看着特别不一样。对，你看这些动作，跟其他的国中、高中组的是一模一样的。基本功是做得很好。对，是他很漂亮哈。没错。而且打到的话，对于选手来说也很有成就感。踢到的话。他已经有这个抗压性了，被打到的抗压性是，不会说打到稍微这样，头会晕眩啊什么，他都可以继续打。是，都已经就是习惯这件事情了这样。现在第2回合进行30多秒钟，目前是青方选手6比2领先。你看他的这种动作是不是很可爱？还有小小只的。对对对，非常可爱。那边都互相有分数进账，现在是8比5。现在是10比6，还有20秒钟左右的时间。青方选手能不能在第2回合扳回一城？哦，下压。5分差距。黄方选手很积极来做进攻，要拼一下。青的也是很积极。哦，旋踢。哦，有了，小小拉开了，剩下最后3秒钟，比赛要准备进入到第3回合。在前面2个回合，青方跟红方各拿了1胜。
这场比赛非常精彩，来自新河国小的石新玉要对到上华国小叶德义。哦，旋踢，虽然说还小小只的，不过动作都很扎实。对，这个动作都很漂亮。哦，旋踢，力量很扎实，下压。现在3比2。旋踢，我重心压得很低耶。对对对，你看多可爱啊！现在4比3。旋踢，我连续两边都互相对有分数哦，现在变成是红方逆转了。哦他是跳旋踢，对，秦方是跳拿旋踢，下分数。10比9，还有20秒。哦，再拿2分，现在有3分领先了。裁判，红方要积极一点哦。哦，这边的后踢跳后踢，但没有好精彩得分。没有得分，但是只是他的距离而已。如果哇，红方选手这边的一个3分，上端的分数，哇，会慌掉，在最后的3秒钟，哦不算，要看一下这边的部分哦。好紧张啊！嗯，我们也跟着紧张，特别是到后面，我们的紧张是那种精彩度的紧张。好，最后分数应该是没有问题，红方选手2比1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哦，你看他腿的距离旋踢是很长的。哇，你看这个多漂亮，大长腿挂下去。所以这个要有转播更好看哈。是因为转播才看到慢动作，转播下去都整个画面都很漂亮。嗯。好，紧接着下一场赛事。一样是国小高年级黑带男子25公斤量级的比赛，由苏彦成要对到邓子毅。目前应该是在进行一些身份的确认，还是之类的，还是场次的确认。还是缺证件？嗯，有可能。对对，他们好像都要先拿一个那个证件过去那个记录台那边，就是选手证了。嗯，还在确认当中。那这空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下回到比赛场上。
高。是。所以这个护具的尺寸也是非常的重要，不能穿太小或穿太大。有时候是疏忽哦，他们都尽量穿小，就是穿大点就有穿那么地方大干嘛？给人家打。给你得分啊！好，那刚刚后方倒地，现在青方先得了1分，苏彦成以及邓子毅的比赛。4比3。哦，连续进攻。哦，8比5了。试探的踢。没错，现在比分还是很近哦。对。哦，这边中端2分拿到，两边都各拿了2分。现在青方3分领先，还有机会，25秒钟左右的时间。抓对方。哦，是，所以这边红方加了1分。哇，16比14，18比14。哇，青方连续中端的进攻，有拿到一些分数，加一个上端，现在9分差距。啊，剩下最后的时间到点。啊，时间到。没错，第一回合23比14，由青方选手拿下了第1个回合。来自景兴国小的苏彦成，看一下这一回合的表现。哦，上端，头部。好，现在第2回合开始。我方选手中端先拿2分。哦，这边刚有拿到2分，现在4比0了。2个抱在一起了，糟糕。而且很用力抱哎。我各拿2分，现在6比2。哦，差一点倒地，幸好有救回来，不过还是掉了2分。他是做跳后踢的动作，是，很厉害，跳后踢，还可以出来比赛，不是只有表演，可以当那个。哇，这个上端拿得漂亮哦。13比8，有时候练习做出来，但比赛就不一定敢用。对，因为跳后踢不是那么好练。哦，哇，这个上端，扎实的。第一次看到有那个帽子头盔直接被打掉的。哦，头盔，凶悍哦，凶悍，真的很凶悍。苏彦成。现在8分差距还有25秒，连续的进攻，哇，最后拉到了13分的差距，21比8，拿下了第2回合，以2比0晋级到了4强赛。青方的进攻非常积极，是，也很凶悍。还有一个后踢的中端。哦，你看他2段踢，一个中端马上，等于是一个假动作，他以为我踢你是中端，他马上到上端了，是一个2段式，还蛮成熟的一个动作。对，2段式。好，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黑带男子组27公斤量级的8强赛。
由甘源国小刘敬成要对到的是忠贞国小的陈恩瑞。哦，两队都会非常的积极在进攻。近距离的肉搏战连续的。嗯。哇，连续来往11比11、13比13。哇，真好精彩。对，旗鼓相当。看一下谁可以坚持到最后哦。刚刚青方选手应该有一个，这个是不是一个逃离的？哦，对，背逃的动作。旋踢。21比14。哦，这边中端，但是没有分数。7分差距还有30秒。因为这种连续攻击啊，需要靠大量的体力。嗯，是。有时候在中间休息2秒就可以喘息一下。哇，那有时候那个连续很累。对，非常耗体力。要连续的出腿。对。还有青方选手拿下了第1回合。现在4比2，王选手2分领先，一样双方刚刚在一开始也是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拼搏，4比4。哦，追上来了，8比6，哇，分数累积的非常的快，10比8，精彩好看。嗯，其实红方选手有一直持续的在出脚，但是命中率就没有像青方选手那么高哦，然后又被逮到机会，就最后青方选手直落2，在最后补一个上端的状况下，提前打败了对手，青方选手刘敬成晋级到了4强，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红方选手其实也很积极的在做进攻，但是他真的是很积极，命中率就是稍微差了一点，对，可能的距离测距感。嗯，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朱雨辰对到史米奇，分别来自吉安国小及昌平国小。哦，马上倒地了。怎么这几场比赛都很那个，一开始两边就很拼，对啊。因为就是已经在8强了嘛。对。所以越来越精彩。赢了就是至少前4名。对，越来越精彩。尤其是冠亚战也是哦，这边有出界，现在是6比2。8比6，现在2分差距，现在青方领先。8比8平手，8比8，给了后方一个判罚，现在9比8。哦哟，回旋的中端得分。哦，4分差距啊，5分差距，拿了4分。还有30秒，我方选手要加把劲哦。这个时候给金方选手一个判罚，哦，两边都给一个判罚。11比11，就是3秒钟你没有进攻就要判罚。没错，很严格哦。对。1、2、3。其实你也才喘没几口气。就是要你一直踢，一直踢。好严格。不严格的话。哦，这边上端连续有分数。亲。而且感觉是2脚，所以马上红方的教练就要提出挑战了。
看一下重播。现在比赛继续在进行。哦，最后第一回合结束了，很快哈。有点突然。来看一下刚刚的重播。哦，回旋后踢，一个空档直接被抓到。 对，好，紧接着进入到第二回合，第一回合是由青方获胜。哦，两边现在被裁判要求积极进攻。还是稍微有点消极咯。对，现在比较不敢出脚出手了，需要有人来踢出第一脚。哦，时间过一半了。哦，头。但是好像裁判老师先喊停了。哦。对，先给了一个判罚，现在1比0，青方领先。红方要积极进攻，刚已经有一个判罚了。 无效踢击。红方这边落后的一方要积极一点，剩30秒。那个踢的节奏不见了，像前一场他就很有掌握到那个感觉。对现在3比0，这边的几次，哇，青方倒地，3比1，还有机会，还有14秒，2分差距。 剩下8秒，红方要积极的抢分哦，要掌握时间。对。哦，剩下3秒。现在是红方的教练要提出挑战，对，现在是4比1的状况，所以每2分都非常关键，要挑战上端的得分的部分。哇，所以这个3分是有的，现在变成4比4平手，剩下最后3秒钟，谁能拿到关键的分数？哇！结果最后是红方选手在最后的1秒钟用一个上端的得分拿下了第2回合7比4，就要来看第3回合的比拼了。相当精彩，原本是4比1落后，挑战之后变4比4，就一回来马上又多拿了3分，就是变成了7比4拿下第2回合，1比1。 进入到第3回合的比赛。哦，青方选手跟红方各拿2分，各得2分。哦，青又再加2分。 再没有人要进攻的话，感觉又要吃判罚。这2位选手的比较擅长旋踢，中端旋踢。现在8比4，两位都差不多。
罚影子判罚，9比4。这边是给青方一次判罚，9比5。还有20秒，王选手要加快速度哦，因为他只剩20秒了，还落后4分，就赶快直接进攻了哈。是有踢有机会。对，还有10秒钟，王选手要逼了哇！但是刚刚中端的空档被补了一个2分。还有4秒。出界现在11比6，5分差，要直接拼一个后旋，消极退后，结果反而是被青方用了一个后旋上端。还有1秒，最后应该是也没有什么机会了。最后是青方选手16比7。教练好无情哦，都赢了还要挑战。多拉一点分数啊，说不定来个头就增加3分。好，没有问题。经过确认之后，他这样扣掉他那个判罚的分数。对对。好，最后16比6，第3回合是由青方选手给赢了下来，拿下比赛胜利。恭喜朱雨辰，挺进到了4强赛。上百也打得非常精彩哦，一口气是拼到第3回合，对，才分出了胜负。好结实的跳旋踢，头部3分，转身再加2分，6分。万一他脚又再滑下来，踢到中端又再加1分。没错。好，下一场比赛看到的是龙埔国小郑佑清对到的是来自东海大学附设国小的范廷卫。哇，这边拿下了上端的分数3分。头部3分。这个绳子绑太长了，会干扰比赛。裁判老师是直接把它绑起来。现在5比5，一样是27公斤量级的比赛。中端2分拿到7比5。哇，这个动作，想要这样子攻对方的上端，就自己倒地，有一点像蝎子踢。哦，对。还有我那个 monkey 踢。猴子踢，今天没看到猴子踢。猴子踢是动作是像怎样？抱着。踢。现在里面8比8，还有55秒钟左右的时间。8比8。这边上端有攻到分数哦，不过2位都非常积极，是一个上端跟2个中端的分数，现在14比13。有踢到，有踢到，然后他有踢到倒地就不会被判罚。他很擅长这个动作，蝎子哥。然后王这边要来挑战。应该针对那个上端的进攻，如果没有踢到的话，加上他倒地这样子，就会一来一往差4分这样。对。
哦，没有。好，比赛继续进行，还有40秒。哇！两边的动作都非常的漂亮哦，是26比21。主要裁判晕了。我想他刚才看什么？怎么突然顿呆这样？哦，现在1分差距喽。哦，而且非常的高比分，26比25。就要回到原来的地方。现在青方的教练要提出挑战。来看一下重播的部分，那这第1回合就打得非常高比分。而且2位都积极进攻，旗鼓相当啊。希望他们可以维持这个对进攻继续到后面。哇，是挑战成功。有看那个 video。哦。那分数会做一些调整。回到5分差距。哦，很积极哦。哦，又有了。1分差距，还有12秒。哦，最后补下一些分数，拿到了保险分33比30。最后青方拿下第1回合。有33跟30，就是表示他梯级的进攻啊都非常积极。对，超高分。就是说双方都是很积极。哦。好，比赛开始第2回合。哇，前方选手倒地。哎呦！你看多勇敢啊！对，马上要再自己爬起来。哇，两边各有一个上端得分，哇，继续猛攻。哇！而且上了场上就只有自己一个人而已。对，我感觉好像他脚没力，有点扔他这样。因为刚刚前一场，打得太多了，太激烈了，有时候体力上会耗很大。哇，红方这边哇，他已经摔第3次了，在这个回合。出界。
哦，4次犯规了。哎，对，他会提醒他5次犯规，这回合就输了。对，哦，小心！哇，刚刚有在界外边缘。嗯，不能再倒地啊！这一场倒地，这场就输了。他持续猛攻。这个要看他是不是推他的，对，又推的这样，或者是他自己倒地的。现在4分差距，17比11。你不能再倒地了。我要撑住，要撑住，撑住，撑住。还有几秒？32。哦，还有很久。32秒非常久哎。是，而且他如果没有逆转的话，搞不好要再打第3回合。我以前考段的时候，那剩下17秒，我觉得好久好久，像1个月一样长。哦，这怎么还有17秒？现在7分差距，哇，这个上端补下去，哦哟，各来一个，23比17。最后的7秒钟，哇！选手倒地了。那这一回合应该会是红方选手获胜。他多勇敢啊！哦，那最精彩的就是要来再打第3回合了。哦，不过青方这边要提出挑战。那一定要争取啊！没错，顺便可以让小孩休息一下。对，休息很大。马上就会活血起来。没有。那就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这样精彩哦！来自龙埔国小郑永清以及东海大学附中小学部的范廷卫。好，第3回合，双方重整旗鼓之后，要来正式展开非常的精彩这场比赛。第1回合是一个高比分，第2回合则是有选手因为5次的判罚，我持续猛攻，好可怕！没错，出界了。哇，中端2分。2比1，4比1，6比1。红方选手陆续的在拿分，青方选手这边想办法突破一下。哇！马叉抓一个对方立足未稳，连续的进攻哦，拿到了2分。裁判老师一把手举起来，那他立刻冲过去。如果已经喊停的话，就不可以再攻击。是。还有大概35秒钟左右的时间，你们3分差距。哇，这边有一个得分。上端的分数现在9比3，还有30秒。哦，不过这边青方有个中端的分数9比5。
哇，红方这边打到中端，但青方也有11-7，还有18秒，非常精彩。相信两边选手应该也有体力上的快要到极限了，对，剩最后的几秒钟拼一下，加油！最后的3秒钟，哦哟，没有，对，没有得分，而且倒地被崔斯判罚12-7。嗯，哇，再加上最后这一个分数下去，红方选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逆转胜。哇，这场比赛非常的精彩。青方可能感觉上体力比较透支了，感觉到极限了，后面都是奋力一搏的感觉。对，恭回去喜，多练心肺的，多跑。要跑体能了，对啊，痛苦的事情。这一脚很漂亮，很漂亮。对。好，恭喜范廷蔚拿下比赛胜利，挺进到了4强。下一场比赛由何承哲对到林承翰。有哦，连续拿了一个上端的分数。再一个上端6-2。他的左脚特别厉害。是。比赛继续进行，还有45秒。对方选手的进攻很凶狠哦。所以他的左脚很有杀伤力。来了，又来了！哇，直接把对方撂倒了。厉害！再2分，再1分，然后再1分。那红的加油！这边有中端分数拿到了，14-2。打得很漂亮，青方选手是何承泽，来自桃园市山顶国小。那昨天也蛮多选手是平视山顶国小。哦，对。比赛回来一开始就马上又有猛烈的攻势，青方选手倒地。3-1，还有个上端得分，这边没有。哇，两边好像是红方选手一个中端一个上端先逆转了。旋踢。这边有。都有。好，现在是陈老师要开会，你还针对刚刚一些细节的地方有没有要讨论？对。有没有漏看到的？没问题了。现在10-9，青方选手1分领先。这一波是青方选手拿2分。哇，这边青方选手再拿分，现在15-9。哇，这个漂亮，旋踢再来。哦哟，后旋。
很勇于尝试，因为领先也有一定的分数，不用担心这一分的倒地分。对。我现在两边只剩3分差距，20秒钟左右时间，这个上端有。他们一鼓作气把这场比赛给拿下来。好，比赛继续还有5分差距，距离比赛结束剩10秒钟。最后时间到点，20比15，新方选手何承泽以直落2打败了林承汉，挺进到了4强。这场比赛打得非常的精彩，越来会越精彩。等一下还会有冠亚军。好，下一场比赛马不停蹄要开始，看到的是编号1067的赛事，由嘉里国小陈奕晨要对到的是王俊全，来自人美国小，是29公斤量级的赛事。好，这场比赛是编号1068的赛事，由黄鼎钧要对战的是蔡维伦。哦，有了。哦。现在是4比2，我方选手取得领先，比赛过了一半。哇，新方选手这几波拿下4分，6比4。哇，一个后旋的攻击。比赛继续进行，13比7。哦，比赛时间所剩不多，看一下红方这边能不能再把握机会抓个几分。最后第一回合是15比7，由蓝方拿下了，青方拿下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的胜利。新方选手是蔡维伦。第二回合开始。哦。现在进行的赛事是编号1067的比赛，青方是陈奕晨，那红方这边是王俊全。第一回合是陈奕晨拿了下来。哦哟，上端有6比5，这边要小心没有倒地。哇塞，反应非常的快，一个后旋的攻击，但是并没有成功。要回来原来的地方，是开始。哦。哦，下腰。哦，连续的小心出界。红
青方选手出界，现在12比7。红的。那现在就要来进行，看看有没有分数。没错。哦，最后是有分数的。红方王俊全，没错，红方是这样分数下来变12比10了，就很接近了。没错。哦，各拿2分，14-12。还有20秒钟左右的时间。哦，这边几次哦哟，新方倒地，但是刚刚新方也有分数的进账。继续争取头部。没有。哇，可惜。比赛继续进行。红牌就被没收。哦，对。有的话会还给你。啊，下一个回合如果还有就没有办法挑战了。对。我目前青方选手还是4分领先。最后时间到点，青方选手以2比0击退了红方选手王俊全、陈依晨，挺进到了下一个轮次。哦，红方很开心的，很可爱小朋友。对对对。下一场比赛是飘1068赛事，由蔡维伦对到黄鼎钧，分别来自红毛港国小以及潭子区的头家国小。哦。我这边有拿到上端的3分分数，不过看起来这边好像要提出红方提出。好，那就是变成3比3。两边这边的消极进攻，分数给到蓝方啊，青方5比4。
都在试探。没错。这有点太久了，试探太久了。现在只剩15秒钟了。哦，有吗？哎，只有1分差距。哦，开始进攻了。哦，哇，但是这一波都没有成功，没错，只有2秒钟。哇，结果是红方这边一次的消极，他一直往后退，对，变5比5。那同时红方这边教练提出挑战，头部。哇，这边是有挑战成功的，啊，就要红方选手这边分数会加3分，8比5。哇，在这个最后2秒钟时间，可以说是几乎是绝杀。哦，好，最后没有问题，第1回合在这个挑战成功之下，由红方给拿下。哇，结果变成青方要来挑战了。今天的 video 很忙。对，最后是挑战失败，那这回合结束。第1回合是由红方选手黄鼎钧给拿下。好，比赛准备要进入到第2回合。目前积分板的部分还在调整。在下午的赛事哦，在这4个场地都有接近，每个场地都有100场左右的比赛要来进行，所以整体的报名的选手真的非常多，所以才导致这样子的状况。非常踊跃。没错，这是一个好事，真的是很有可看性，代表说，台湾在发展这个项目是越来越好的。没错。算单项体育哈，跆拳道台湾是还不错的，人数最多的。哦，是最多的。对对对。其实跆拳道感觉发展的时间也相对早嘛，因为如果是从04年奥运那时候就有选手拿金牌的话，就是代表说在可能更之前就是有蛮多人在投入这项运动。有1888年那个示范赛的时候就。哦，这示范赛的时候就有拿到牌子。对。所以大概民国60年初就已经有在开道馆。哇，超级早，我妈出生的年代这样。我民国65年就一段。嗯，
民国65年我就一段。你民国65年一段，天哪，大前辈。现在我妈那时候才2岁。现在8段。哇，很厉害。就是热爱嘛，就喜欢，对这个跆拳道有很大的热忱。那你觉得从那个时候60几年到现在民国110多年了，你觉得那个，你觉得整体的那个发展下来，你有没有什么感触？除了就是参与的人数变多之外，不能说参与的人数变多，因为现在少子化嘛，那人参与的现在跆拳道。虽然是说单项人最多，但是还是比以前少很多。哦，是。对，包括韩国也是一样，以前有80%的学校都有跆拳道课，韩国，那现在大概有30-40%。哦，减少很多。对对对。就是因为少子化这样。也不尽然啦，有一些去学别的，有可能去发展到其他运动这样。对对对。就说我们台湾的跆拳道发展还是算很不错，而且基层的教练也很热忱的对这个，就像我们现在来对打的小朋友，他会长大，慢慢的他也喜欢跆拳道，对，他就会开道馆。现在这些年轻的教练就是这样，就是一代传一代，对，一代传一代，就是我觉得还那种风气，我觉得是很好。以前早期的跆拳道选手，学历不是那么高，像现在我们跆拳道资深的教练，有的当校长，有的是系主任、院长都有，就像国体啦，还有台师大啦，他们都是跆拳道系主任都是跆拳道竞技很多，很优秀，那个教育水平都提高非常多。不像刚开始的话，大家就是比较就是练跆拳道，比较没有这种目标。现在跆拳道的选手、教练那个学历水平都很高，大学硕士的非常多。哇，对，应该说现在这个年代其实也都会越来越提倡要读大学这件事情，而且都表现得非常优秀。是。哇，所以其实整个跆拳道的发展在台湾是越来越好的状况，非常的开心。那在我们聊着聊着，这场比赛也结束了，红方选手拿下了胜利。红方选手蔡伟伦赢得了比赛胜利的，接下来要进入到下一场赛事。要看到的是王瑞麟，来自中正国小，王瑞麟要对到新园国小的陈彦佳。现在是4-2。跳后踢。4分。现在是6-6，比赛时间在第一回合过了一半。哦，后旋上端拿了5分。哦，很积极，连续的猛攻，再又试一次。没有成功，再拼一个上端游，16-6，哇，快要提前结束了，中端2分拿到。18-6，来自花莲中正国小王瑞麟。迅雷不及掩耳，没错。哇，一波这样子突然的爆发。
来看一下刚刚他的精彩的表现。我还有做一个假动作，对啊，转身就是再加2分。哇，好像是那种很花俏系列的踢法，他本身也要有这个技术啊。是，没有这个技术，花俏不起来。对，真的。哦，被他很喜欢挡掉了，对，厉害。不能再用那个这招会被发现。哇，连续的。哦，我目前在这个回合还没有得到分数。亲知道怎么去挡了，闪躲。小朋友眉头深锁，很喘哦，耗氧量很大。哦，哦，哇！以前我们没有盖的头盔，直接会喷血，好恐怖。现在比较安全了。对对对，有头盔，还有牙套。护牙套。这个就是保护选手，我觉得非常非常好。我们那个时候练的时候是连护具都没有，就直接打。这样很痛哎。痛啊！以前那个胫骨哈都是凹凹凸凸的。哦。因为都是碰撞。我的天哪，听起来非常的煎熬。所以现在的跆拳道，尤其他改规则以后，我觉得是，对练跆拳道的人，我觉得比赛的选手是非常有安全的保障。没有错。反正就是运动嘛，那不一定要把你打死。对，安全第一。对。哇塞，刚刚王瑞麟又是一阵的猛攻，现在11比4。哦，好漂亮这个动作，很灵活哎。天哪，这个是，叫做高水平的打法。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有选手那么多那么喜欢做哇，2个同时哇，结果反而是陈彦和陈彦佳这边有拿到5分，不甘示弱。嗯，好厉害。哦呦，挂上去哇，两边互相，17比9，9分8分差距。抓，不算。哇，哦，这样变成4分差，还有悬念哦，还有10秒钟左右的时间。哦呦，没有到，没踢到。这个中端，没有拿到分数，被他踢出去了。对，11比14，哇，还拼一个。啊？哦，有恭喜到上端的部分，最后是17比12。哇，王瑞麟小朋友的技术让我们印象深刻。然后他也很懂得说他赢了多少，剩下几秒，对，他可以不打，随时有在比赛的状况内。对，哦，这个好强哦，没关系，这个我有保护的。对，幸好有保护。以前没有保护，常常就会看到喷鼻血的。哦，然后喷完鼻血继续粘条塞着继续打的。好恐怖哦！啊，现在不会了。是到了国中之后就不会有那个保护罩了吗？都有啊。哦，真的吗？现在比赛有保护罩吗？成人的也有保护罩哦，真的哦。我怎么记得只有护头的那个安全帽而已？还有可能我记错了。还有牙套。所以接下来现在练跆拳道是很安全的。嗯，还可以防身。防身对。然后感觉统合协调，灵敏度。是。然后这场比赛是张宇翔对到林宽宇，张宇翔是来自新湖国小，林宽宇来自三育国小。哦。
比1。4比4。好，剩下最后的2秒钟。哦，最后是青方选手张宇翔拿下了第1回合。准备进入到第2个回合，第1回合是青方选手来自新竹的张宇翔拿下。哦，头部上端的3分有拿到3比0。这边是给红方选手一次的判罚，6比0。哦，漂亮，5分追上来了。这一脚漂亮，没错。怎么？剩下不到10秒钟时间，红方选手能不能守住领先？哦，剩10秒了。哇，红方选手这个时候再拿下了4分。哦，这边停了。我看一下现场状况，我现在红方选手是逆转了过来。啊，陈伟老师现在要开会讨论。哎，对，要集合一下。现在1分差距，青方选手要拼一下，最后1秒钟。哦，这边要挑战，因为这次挑战成功，搞不好会，哇！现在才第2场哎，我以为他赢了。哦，他最后是直接改判给了他上端的攻击3分，所以他直接赢下这场比赛，哎，很开心，非常可爱。好，最后是青方选手张宇翔拿下本场比赛胜利，挺进到了4强赛。你看他兴奋表现，对，很可爱哦。哦，你看这一脚好漂亮，这么漂亮的后旋踢。哇！
后旋踢这动作真的是观赏性很高。因为也不是很好练，要花很多时间练。哦，是。好，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高年级黑带男子组31公斤级的赛事，由代表新竹县冈乃中小学代表的陈彦宇要对到的是沈幸村，来自新埔国小，一样都是新竹县的学校。看起来很不舒服。对，可能很痛。他是不是胫骨的地方吗？对啊。你看，我们还是继续比赛，继续上场。精神可嘉。哦，上端。上端。读秒，要让他休息到8秒，给他充足的时间休息。哇，这个上端得分，现在10比0。右手，一个狗。刚刚在数的时候没事，数完之后面露痛苦。如果你说有事，就是不能打了。对，就不能打了。对对，要撑住。好，比赛继续进行，现在10分的差距。还有25秒钟，哦，这边没有打到。他是跳后踢哦。是。你看那速度要多快！上端被打到。最后是13比0。拿下了第一回合的是红方的沈幸村，哇，算是3次都有攻击到他上端哦。他的腿很有力。练跆拳道的那个腿力是不是都很厉害？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是练跆拳道的，然后我有一次捏他的腿，跟石头一样，我捏他大腿跟石头一样硬，要求。他也是跆拳道教练还是选手？就是我们台体的选手。哦，那应该很厉害。台体很多优秀的那个运动员。没错，哇，现在哇13比0，哇，沈幸村的攻势非常的猛烈，没有让陈宇有太多喘息的空间。但是他的精神可嘉。没错，一直都有坚持在场上。是，哇，他能够受得起这种苦，他不会说放弃。没错。教练也会鼓励他继续。很多练运动的选手，其实那个内心是真的非常的强大。要有运动家的精神。没错。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一样是31公斤量级的赛事，会看到的是王博宇要对到的是许范勋。
比赛准备开始，王博宇对到的是徐范勋，一位是万大国小的选手，一位是华盛顿双语小学的选手。哦，被他挡掉了，很厉害。两边2比2。哦，这个上端有拿到分数，哇，再一个，再一个，8比2，徐范勋连续2个上端把比数拉到6分的差距。哦哟，哇，5分，非常帅哦，11分的差距。就练上端的，哇，这个上端打到了，没有错。哦，那就这个结束。16比2，第1回合由徐帆勋所拿下来。上端的进攻非常厉害，在上场比赛印象中，他也是在上端的部分拿到了很多分数。哇，好扎实啊！马上抓到对方一个空档，哇，而且是连续2个。这个未来我们的奥运选手没有错，那是一定要的。好，接下来要进入到第2回合，然后就要针对上端的部分，看一下王博宇会不会有一些防守的回馈了。哦，再来一个，哦，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是1比0，连续4击。3个上端，1个中端。不过这边是有一次判罚。新方这边也要进行一次的挑战，看一下新方选手是不是也有攻击到对手的上端。然后看一下重播的确认哦，就是在针对这个位置地方有针对红方选手徐帆勋的上端有攻击到。那王博宇跟徐帆勋现在是11比4，7分差距。中端有拿到分数，各拿2分，13比6。哇，又11分差了，距离提前结束的边缘，有中端分数拿到，21比8，徐帆勋2个回合都是提前结束比赛，挺进到了4强。他的攻击力很强，又连续，非常厉害的表现。来自台中市华盛顿双语学校。2个连续2个就10分，这蝎子哥，又是蝎子哥。好，下一场比赛看到是来自台南复兴国小侯信佑要对到的是东大附小的赖友旭。前方选手是侯信佑，后方选手是赖友旭。哦，哎，有了，轻的也，哇，这个好漂亮啊，跳后踢，出界。现在4比4。
哦，青方选手中段拿了2分。对。哦。现在4分差距。哦。哦。王秀这边要提高一下进攻的命中率，时间剩20秒，来了近身的，几次攻击有拿到2分。哦，选手被逼出界了，8比7。只有10秒钟，领先还会不会有差别？比赛继续。哦，青方这边有正拳，9比7，哇，最后守住。第1个回合由青方选手洪信佑给拿了下来。不过两边差距没有非常的多。开始第2回合，哦，青方选手率先倒地。哦，两边互相有得分，对，5比2，都积极进攻。特别是红方这边，因为目前是落后一个回合的状况。现在是有7分的领先，来自台东的选手赖佑旭。哦，这边上段有躲掉。11比7。40秒钟，第2个回合。哦。这边还没有分数，11比7，现在4分差距，剩下30秒。12比7，哇！因为青方选手落地，现在时间剩下10秒钟。哦，还有3分钟，哇！这个3分，哇！直接是被击倒在地哦。没有击倒。哦，他已经4次了。没有错。哦，这个回合赖佑旭扳回1城，16比11拿下了第2回合，非常精彩，两边可以说是互有来往。所以如同第1回合的状况一样，两边实力非常的接近。一方赢1回。没错，那就要看最后1个回合了。好，进入到最后1个回合，来自台南的选手侯信友及台东选手赖佑旭，只会在第3个回合先拿到第1分。哦，哇！侯信友选手倒地，所以赖佑旭选手1比0。
这个中端是红方选手拿到了分数3比0。哇，青方选手这边出界了，4比0。第一回合是侯信勇拿下来哦，会不会被逆转？哇，这个中端有没有分数？没有。哇，再次倒地，第3次了。哇，这边赖有旭连续3个中端得分，现在再差1分，他就提前结束了。我希望要想办法抓到节奏，轻的施展不出来。现在气势被压过去了，最后赖有旭在第3回合是连续几次中端命中之后，以13比0打败了对手，挺进到了4强。哇，这一回合表现非常的精彩，上演了一个精彩的逆转胜。下一场比赛要看，敬礼转一圈。东兴国小严正敏是青方，秀朗国小梁家瑞是红方。哦，4比4、6比4、6比6，哇，两边都是各3个，对。还有35秒钟，目前两边还是一个五五开的钟，还没有打破那个沉默哦。哦，11比8。哦，11、10、10，哦，突然怎么多那么多分？转身后踢。对。哇，最后23比10，来的有点突然。还没回过神来。没错。红方选手梁家瑞拿下第1回合。好，准备要进入到第2个回合。目前是2比2。第1回合是红方的杨家瑞给拿了下来，哇！转身后踢的上端得分，7比2。比赛继续进行，5分的领先。这边中端，哇，又有一个上端的分数，现在14比6。这个红方节奏好快。是。哇，两个同时都挡住，这边上端刮到，18比6。红方选手梁家瑞在第2轮展现出了非常强大的攻击能力，以2比0打败了对手严成敏，拿下了这场比赛，挺进到了接下来的4强。我看起来是非常的开心。
下一场比赛会为各位带来的转播的赛事是34公斤量级的比赛，已经马上开打了，由陈佑敏要对到的是王彬，赢的选手就可以进4强。现在陈佑敏3分的领先。这边中端有拿到分数，3比2。4比3，6比4。精彩，两边互有来往，互有领先。这边中端，红方有拿到分数，6比6。只下20秒钟。这边中端拿到关键的分数，8比6。王彬现在2分领先，这边后踢有拿到5分，关键了。7分差距剩下7秒。好，最后王彬有吗？第一回合还是由红方的王彬获胜。在最后7秒钟，有一个后旋踢的上端进攻拿到5分。看一下精彩的表现。比赛来到第2轮，王彬以及陈佑敏的对决，3比0，刚一个上端的分数。非常猛烈的进攻，再一个6比0了，8比0。上端弄到11-0。加油！这边有没有？被挡掉了。对，挡掉了，11比0。金方还有机会。教练这边是不是想要提出挑战？看一下有没有攻击到红方选手王彬的上端。这个上端是有的。那比赛要继续进行了。所以有争取就有分。没错，续命成功。不过虽然说有加到这个分数，不过前面因为那个红方选手也有一个中段的2分，中段2分有拿到，所以也是结束比赛。你看这个红方的是连续攻击，连续有效的连续攻击。王彬选手挺进到了4强。接下来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李佑成对到梁少奇。
大会报告，请281场的选手进场。281场的选手进场。目前裁判老师在确认一些相关的事情。好，比赛准备要开始。青方选手是李佑成，来自龙埔国小。红方选手是梁少奇，来自巴德国小。哦，有。现在是6比2，梁少奇选手在前面的比赛展现出非常凶猛的进攻能力，目前是取得领先。被逼出去了，要被判罚了。没错，7比4，还有30秒。剩下10秒。没错。哎，有了。现在这边非常的纠结哦，最后时间到点，10比4，红方选手拿下第1个回合。梁少奇来自桃园市巴德国小的选手。比赛开始。这边中端有4比2。这边都没有办法有太有效的进攻得分。对啊。这边上端不知道有没有摸到，有。旋踢。这边挡住7比3，还是没有分数改变。躲掉了，连续2个。对，连续躲了2个。但这个时候是红方教练要提出挑战。看一下是要针对头部，对上端的部分。看一下这边到底有没有顺利的进攻成功。有3分，进账3分。现在是7比5。 9、10，有。
哦，10比5。对，10比5。刚刚3分有算进去。对。哦，中端，哦，哇，这个上端勾到12、14，哇，12、14速度非常快。因为轻的也有上端的。哎，没错。轻方很积极哦。警方必须要拼一下，这回合再输就没了。现在6分差距，还有机会，20秒钟。这几次的进攻没有办法有效，不过判了红方选手一个抓人。哦哟，倒地。再扣1分。对，现在只差4分喽，而且4次犯规了。哦，上端是不是有摸到？有18、19，好精彩！只剩1分差距了。红方这边中段各拿一个，21、20，哇，时间到点，哇，很精彩哎。对啊，很紧张啊。哇，一度是追到只剩1分差，幸好红方选手这边最后有手下来。轻的有努力在赶上。是。恭喜红方选手梁少奇继续挺进到了下一轮的比赛。下一场比赛马不停蹄要准备来开始，看到的是林佑莹要对到黎尚恩，分别来自高雄文府国小以及高雄的瑞兴国小，是高雄内战。高雄内战，没错。现场状况还有一些需要调整的地方，对，需要做一些确认。好，比赛开始。来自瑞兴国小林佑莹要对到来自文府国小黎尚恩。中前方没错，先拿2个中端，4比0。哦，6比0，3个中端的分数，哇，小心。6比1。快速的转到中间来，对，不要离那个边线太近，这样。哦，红方选手中端拿2分，6比3。哇，红方选手落地，变成9比5了。哦，上端有，记下去11比5。哇，最后是林佑莹连续中端猛攻哦，17比5拿到了第1回合的胜利。教练贴心，还帮忙按摩，对。好，第2回开始，林佑莹先拿了3分。哦，这边上端有8比0。哇！李尚恩赶快找到进攻的节奏，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哦，有了打破鸭蛋，连续2个中端8比4。
10比6，这边又是连续的中端猛攻，16比6，再一击吗？有18比6，哇！只要被他缠到，就是连续会掉好几分呢。林佑莹选手打败了李尚恩，挺进到了接下来的4强赛。所以有时候选手抓到那个节奏，他就可以一直攻击，一直攻击。现在还是在进行高年级黑带男子54公斤量级的比赛。接下来的对战组合会是杨承安要对到的是黄国珍。黄国珍选手是青方，杨承安选手是红方。好，现在比赛开始。哦，杨承恩的啦啦队在这里。哎，是，感觉是台东帮的，都是来自台东的小朋友。好，黄国珍先拿到了第1分。哦。哦，这边中端有没有分数？没有，没有，还是1比0。哦，这边想要做一个回旋，哇，对方马上趁你不注意冲上去进行进攻，好，让红方选手出界1比1，然后2比0。这时候是红方选手的教练提出要上端的挑战。哦。还在进行重播的确认当中。在这一场1078的赛事结束之后，我们会为各位带来转播的是48公斤量级黑带男子组高年级的8强赛。要看到的是张杰明对到曾元成，也是这个组别第1次的比赛，在今天第1次的初赛。好，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是新方选手黄国珍2比0领先。这个红方一直逃，着急，但是他也没有逃到界外去。哦，哦哟，连续的。对，但是红方这边哇，第4次了吧？应该是第4次的。4次了。对，4次判罚。中端拿到2分，6比3。积极。哦。哇，倒地了，哇，那就要送给对方1个回合了。黄国珍拿下第1回合。
在第一回合两边都没有太多有效进攻，是红方选手杨承安遇到比较多的判罚，5次的判罚啊，比较多都是落在倒地以及较劲进攻的部分，没错。好，进行到第2回合。哦，这边勾挂有3比0，杨承安。虽然说自己又倒地，又是一次的判罚。有的会习惯性倒地。对。哦，中端的分数有拿到，黄国珍现在3比3。你还要打冠亚军是吧？4强冠亚军。现在黄国珍选手是5比3。哦，他用滚的。现在黄国珍1分领先，还有25秒，旗鼓相当。都没有太多有效的得分。对。还有13秒。倒数了10秒钟，哦，杨承安拿到了关键的2分，现在逆转过来8比7。因为旁边有小朋友替他加油。是哦。现在8比8，剩下4秒。9比8，哇，就变9比8。哇，但是黄国珍倒地变9比9，而且杨承安这边也有分数的进账。13比9，那看起来要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了。哦，这个蝎子踢有了。又是蝎子哥。红方选手1次判罚，就是攻击大腰部以下的地方。我差点跌倒，救回来2比1，现杨承安1分领先。这边中端刚刚偷到了2分，马上打带跑战术，踢到赶快往后退，连续攻击。对。但现在黄国珍也是不遑多让。2位选手都非常积极进攻。没有错。11比4，哇，刚刚连续2个中端的分数。上端拿到喽。对。11比7，4分差还有30秒多。相当精彩。哇，12比10，2分差距还有24秒。因为裁判没喊停。是，所以也是合理，但是选手是有点不太舒服。只有我们会吓到。给了黄国珍1次的判罚。头家国小张之宇，屏东县港西国小方以安，北美国小陈佑秀，桃园市新街国小曾全琪。看不到。
哦，是。雾气太大。主是林埔国小、万江市、花莲县北埔国小的左克文，安市国小邱伟杰。杨才应援团非常大声，因为我原本还要看一下2个选手名字，现在不用看了，都知道是谁了。对他的啦啦队。对。还有最后的10几秒，黄国珍1分领先。哦，但是这边哇，又是一次的办法，12平，还有13秒。胜负就要决定了。哦，加油！哦，黄国珍的中段2分有，杨丞安要猛攻了。哇，这边没有勾到，有啊，漂亮啊！蝎子哥上端拿到了3分，不过这边只有一次的判罚，15平。这边中段拿到17比15，哇！精彩的比赛来自台东的杨丞安。哇，这场比赛太精彩了。就是你们帮他赢的，喊那么大声。杨丞安选手，他听到了，第一回合5次的判罚送给对方1个回合，但是2、3回合都表现得非常好，而且有把抗压性给展现出来。在他的啦啦队帮他助攻，是在最后也有非常好的表现。恭喜杨丞安选手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哦，谢谢。好，紧接下来下一场比赛是看到张杰明要对到曾元成，是48公斤量级的赛事。目前曾杰明开始就猛烈的进攻，9比4。哦，11比4。新方选手来自桃园忠贞国小，13比4。哦，这边要一个后旋，对后旋的终端的进攻，但是没有成功，自己倒地。13比5，有8分差距。哦，这边上端有拿到分数，最后曾建明18比5拿下第一回合。哇，红方选手倒地。在第2回合，青方选手1比0领先。1分钟，我那边节奏稍微放慢了下来。他一直要展现蝎子踢，蝎子技巧。现在7比2。消极进攻。哦。4次了。没错，现在而且分数也对他不太有利。9比2。如果再不积极的话，要送分数给对方了，甚至有10秒钟，要不要奋力一搏试试看？哇，这几次是他没办法施展
害，他的技术。张杰明拿下分数，11比5。啊，比赛也要准备到最后。恭喜张杰明选手打败了曾元成，挺进到了接下来的4强的比赛。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国小高年级黑带男子25公斤量级的比赛，尤洪恩要对到的是叶德义。一个代表花莲市中正国小，一个代表上华国小。今天比赛也来到了后段半了，准备现在几乎都是4强赛的比赛啊！如果住在心仪的朋友还没有到场的话，可以赶快来现场来帮自己的亲朋好友加油。那现在比赛正式开始，4强赛的部分。这边秦方选手连续2个上端的得分，现在8比2。11比2。尤洪恩的进攻很凶猛。哇，这个上端漂亮，在近身的时候很积极的来去做进攻，14比2拿下了第1个回合。第2回合开始，第1回合是由尤洪恩给拿下。一开始双方就有分数进账，目前5比4。这个上端没有分数，现在7比6。尤洪恩很会在跟对方在近身的时候使用上端的进攻。不过这时候是被吹了一个抓人的，然后还送1分给对方，变7比7。再来一个，但是这次没有成功。10比9，刚刚各拿一个上端、中端。11-10，现在是上华国小叶德义逆转取得领先。这边上端、中端连续了2个，现在19比13。在这一波下来，才要再做一个后旋的动作。6分差距，还有40秒钟的时间。这边中端，选手落地了，24比13，加这1分变25比13，提前结束了这场比赛。尤恩选手挺进到了接下来的冠军赛。尤恩选手在近身的时候使用上端的进攻非常的灵巧。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来自景兴国小的苏彦成要对到天母国小赖博汉。那现在看起来青方选手苏彦成还没有到场。我看来了，比赛稍后就要开始。好，比赛准备要开始，编号1081的赛事，由景兴国小的苏彦成要对到的是来自天母国小赖博汉。比赛开始，25公斤量级的4强赛，赢的选手就会跟刚上一个获胜的尤洪恩来进行冠军赛。率先一个上端得分，苏彦成打破鸭蛋3比0。
又是一个上端的得分，6比0。刚开赛就展现出非常凶猛的攻击火力，哇，锁定着赖伯汉的上端来做得分。刚又有一个9比0，再一个就12分了。好，现在是9比0。赖伯汉要针对上端的地方，哇，两位同时使用后旋的动作，但赖伯汉倒地，10比0。哇，这边哇扎扎实实的一个上端得分，哇，苏彦成表现得非常的好，在这一轮基本上是压着另外一位红方的选手打，目前是拿下了第1回合。最后这一集也是非常的干脆利落。好，今天要看到第2回合，赖伯汉其实有速度要进攻，但是都并没有顺利的击中。好，比赛继续。给了孙彦成选手一个判罚，现在1比0。这边锁定上端来做进攻。赖伯汉倒地1比1。有了这一脚很有力量。没错，苏彦成刚在上一轮也是有非常多上端得分。又命中7比3。持续连续，只要那个裁判没喊停就可以继续。对。好，比赛继续进行。他直接是，但是红方教练这边要提出挑战来针对有没有攻击到苏彦成的上端的部分。他是原地前抬脚下压，很厉害的。来看一下重播的部分，有没有？他原地耶，他的脚都不用动就可以来一个大长腿。目前这个 play 还在稍微确认当中。那教练自信满满了。是。刚刚教练也坐在我们转播台这附近休息，刚好看到他。台北市的教练。好，最后是10比3，挑战并没有成功。中端拿到了12，再拿2分，现在11分的差距了。要小心苏彦成持续的攻攻。这个上端有了。后踢又加个。没错。苏彦成的进攻火力真的非常的凶猛，很期待他等一下跟永宏的冠军赛。没错。这个是25公斤级的4强赛。这很快。后旋，这样5分，没错。
很漂亮，这个动作很漂亮。接下来要看到的是7公斤量级的赛事，我看到的是刘敬成要对到朱雨辰，分别代表甘源国小及吉安国小。比赛开始。哦，倒地。两边一开始就展现凶猛攻势，积极的攻击了。没有在旗鼓相当，没有在跟你试探的。对啊，直接上，直接。哦，积极进攻。我攻击的成功率要再稍微提高一点，目前是3比0。很灵活。有这边中端拿了2分，7比0。哦，这边有拿到上端的分数3分。哇，马上乘胜追击，追上来拿2分，7比5。企图心很强哦。没错。红方。现在3分差还有15秒，王选手，哇，这边要拼一个上端，并没有成功。哦，前踩。很积极的在做进攻。对。这种企图心。哇，这边后面连续被逮到一些空隙，最后第1回合是刘敬成拿下来。不过红方选手朱雨辰的进攻企图心非常强烈。哦。比赛开始，第2回合。现在还是0比0，都没有有效得分。是，加油！哦，这边中端拿到2分了。对，抓准一个空隙。哇，红方选手倒地。现在是2比1。上端没错。7比1。在第2回合，红方选手朱雨辰追上了，对，掌握主动权。哦，哇，7比4，还有追赶范围20秒钟的时间。这2位选手都很积极进攻，没有错。
这边没有打到，现在是3分的差距，5分差，刚中段有。红方在道馆的跳后踢应该练很多。是。哦，有上段这3分拿到，蛮关键的，守住了这个回合。对，1比1。你追我继续踢。对。好，大家看到最后一个回合1比1，谁可以挺进冠军赛？哦，这边开始是刘金城先拿2分。这一队哈很主动攻击，对，但是又都是低比分，对。代表说2人其实在防守也做得很好。对，这种打法是非常耗体力。大家看一下剩下30秒会不会还有一样的那个体力？对。现在是2比0，他连那个1秒钟都没停下来那一种。金方教练提出挑战，上端，没错，现在是4比2。哦，这边是挑战成功，拿到3分，很棒，5比4了。哦，被挡掉了。是，但是红方刚刚有个中段2分拿到，现在是6比5。哇，新方选手好像出界了，7比5。追上是哇，这个上方拿到3分，逆转了哦，还剩30秒。真的2方都是很积极的在进攻。哇塞，只是4强赛而已，就那么精彩，剩20秒，1分差距。红方选手我们觉得逆转，朱玉成跟刘敬成，刘敬成1分领先，还有15秒。追上来的进攻没有，两边都没有分数进账。9秒钟，哇，刘敬成拿到了这个中端2分，哦，3分差了。哦，有中端拿到2分，哇！但是这边刘一成你各回进1个，剩4秒，然后拼上端，中端拿到1个，有没有？哇，1分1差，很精彩，1分之差。没错，非常可惜。拼尽全力进攻，没有错，这虽败犹荣了。对，这一场真的是，他连1秒钟都没停下来。对，因为他们都100%的活力在场上拼搏，100%的战力。没错，还是要恭喜来自甘源国小刘敬成挺进到了冠军赛。下一场比赛是看到是东海大学附设高中小学部的范廷伟要对到山顶国小的何承泽。
两位选手还在做试探的动作。哎，有了。哦，上端。哦，被取消。现在5比3。上端拿到分数，6比5。这边来进行挑战。看一下最后挑战的结果会是如何。现在时间就是等看 video。哦，没有。也是6比5。哦。何承泽1分领先。哦，中端出来了。哦，拿到分数11比8，剩下3秒钟，本泽泽毛起来的进攻，哇，最后拼到一个上端，不过范廷卫这边也有分数进账，最后是拿下了第1个回合。第1回合也是相当精彩，来到了4强赛之后，整个都非常的高强度哦。等一下冠亚军的时候，一定更精彩。对，没错，会更精彩。你看这个4强赛，它的技术性就已经很成熟了，没错。对。那如果冠亚军的话，真的是很精彩。好，接下来看到第2回合的比赛。哦，他知道怎么挡，怎么防。没错。不然没有挡好就直接下来了。这个红方一直想要用下压的动作，前脚下压。经过了一段时间还没有有效得分，还是攻不下来。剩下1分钟。哦，有吗？没有。双方只要你抬脚，我也抬脚。哦，范廷卫先拿2分。哦，有了，上端3比2逆转。上端有了。还有30秒。现在是6比3，范廷卫有3分领先。
现在他们的距离都拉开了。对。哦，我要拼上端有没有？没，应该没有。没有。嗯。那这个时候红方就要提出挑战。看。试试看。对，看裁判的判定，看 video。新竹县东兴国小严宇乐，台北市湖山国小张瑞恒，花莲县康乐国小黄伟伟，高雄市神木国小林富恩，新北市安溪国小黄燕杰。哇，挑战成功哦！厉害了！花莲县嘉里国小哇，5分，直接加5分，瞬间逆转了。而且青方也被扣1分，原本的判罚的落地分，现在红方逆转，压力给到了青方的范廷蔚。哇，两个都。现在11比6。哦，有了。我这边的对方进攻都守下来，准备要进入到第3回合。哇，相当的精彩，关键的挑战，整个让比赛的气势给翻转了过来。哦，有，蝎子关键，没错，蝎子哥。我这边场边出现，这边有3分的进账，是红方这边。青方这边也要直攻3分，直攻上端的部分。哇，但是这边自己倒地变成7比0。11比0，刚又一个连续的中端得分。这个时候，范廷蔚先拿了2分，11比2。哇，拼这个上端，但是并没有胜。有分数，有进账，恭喜选手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何承泽挺进到了冠军赛。哇，打了3个回合，非常辛苦。这2位选手都是，双方的你来我往，攻击性都非常强的。没有错。好，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陈奕晨要对到黄鼎钧，29公斤量级的4强赛。都还不敢进攻，已经过了12秒了。台南市永福国小陈奕花，花莲市中正国小王成宇，新竹市东园国小于子安。 2位攻击都非常保守，没有错，还处在试探的阶段。对。裁判看不下去了。对，过30多秒了。水上国小马义宏。
有了，有2分，2比1。新竹国小张中璇，红方教练提出挑战。哦。浩伟、秦商同学是别注意一下。头部攻击，没错。现在要看 video。哦，有哦，这个教练非常清楚，我的选手就是有踢到，目前还没有很肯定的，没错。对，如果失手的话，就会被没收红牌。红方选手倒地，4比3。哦，又一次倒地，变4比4了。这上端有没有？没有，4比4，还有7秒。哦，有了，关键的上端得分7比4。7比4。剩下3秒钟，最后是红方选手黄鼎钧拿下第1回合，非常的精彩。从关键的挑战改判开始，就连续的得分，把这1回合给拿了下来。节奏慢下来了。红方要争取分数，没有错，又提出了挑战，现在是2比0。有3分，哇！这个挑战的成功率很高哦。教练的鹰眼在关注着。这2位选手身高还是有差距的，红高青应该有1个头，是，然后青的也很敢进攻，哎，这个红牌很多哦，都没被没收，又要再看一次，对，因为第3回合了嘛，没错，所以这个红牌要努力使用。有效使用。
哇，又挑战成功了，对，连3次。对，啊，这个教练很厉害。这再加3分，变6比4。陈奕晨中端得分6比6。他的脚步移动很快。两边这边都没有得分，这边再一次是秦方选手倒地，7比6。哇，红方选手倒地，7比7。第二回合还有17秒。中端拿到分数了，7比9。金色失去了追击，陈奕晨有没有机会追上来？哇，结果是黄鼎钧再拿2分，这边要拼一个旋踢。哇，这关键的挑战哦，这个旋踢如果有打到，会直接逆转。那个青方的企图心很强。就是要直接跟你拼逆转，没有要，不是要保守的。它攻击性是连续的。哇，挑战失败。那比赛时间所剩不多喽，要拼一个上端的进攻。1秒。哇，直接躲掉。啊，这场比赛就是由黄鼎钧拿下了胜利，赢得也是非常的精彩，挺进到了冠军赛。恭喜黄鼎钧选手，来自台中潭子的头家国小。好，下一场比赛要看到的是王瑞麟对战张玉祥，来自中正国小的王瑞麟以及新湖国小的张玉祥。桃园市荣安国小简润一，台北市万大国小王国凯，安定区南市国小江。好，比赛开始，4强赛。花莲市中正国小沈爱纯。3分。3分。王瑞麟的进攻非常的凶猛哦，在前面的比赛有看到。桃园市荣安国小吕延杰，花莲县嘉里国小汤东明，其上几位选手是学龄组赢家。还有50秒钟，两边3比3，两边都稍微把节奏慢了下来。裁判老师也是前两位要积极进攻，才是3比3，还有40秒，我要给判罚，给到王瑞麟，要积极进攻。哦呦，想要抓一个上端，哦，先有。不过分数并没有算进去哦。应该是没有打到，现在反倒是张宇翔，现在10比3，拉开一小段的领先。12比3。张宇翔把握住一些空档，连续的得分，最后在第一回合15比3，提前结束这个回合。虽然轻的落败啊，但是呢，我看他非常强劲的攻击力。是感觉下个回合稍微调整一下的话，多一点分数进账不是问题。都进攻的话差一点点而已。对自己在防守的部分也有比较多漏洞。对。
差点倒地，幸好有撑住。现在张宇翔1比0，大比分领先。抓准机会，连续的进攻晋升，王睿领先拿2分。哇，挂上去没有办法得分，现在是2比0。哇，刚刚的3分拿到，现在剩下38秒。张宇翔1分领先。哇，王睿刚中端拿2分，现在是4比3逆转。好，加油！哇，互相来逆转哦，现在7比4。哇，这个分数有没有拿到？没有。然后加自己倒地变成了7比5，2分差距还有机会。比赛还有悬念，剩下20秒。7比7的中端分数有拿到。对，刚讲完就有分数了。这边虽然说有得分，但自己出界，现在是11比8。拼一个上端都没有拿到分数，还有6秒钟。很积极在做进攻，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取分。还是3分差距，剩下2秒。场边要看到有挑战的出现了，金方教练这边要使出挑战。甚至是直接给他3分，所以现在变11平。11比11。这样子的话，在这个回合，哇，是红方获胜，在技术分的部分。红方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红方的选手张宇翔挺进到了冠军赛。下一场比赛我们要看到的是编号1086的赛事，由沈幸春要对到的是徐凡勋。这个攻击节奏有点慢哦。差一点。有分。现在3比3。台南市慈济国小分选帅，集美国小谢曼彤，花莲县平联国小高江新乐，花莲县嘉里国小。连续的下压都被挡掉。旋踢。沈幸春拿下2分，5比3。8比3，现在5分差距。旋踢，连续血。
在第一回合是沈幸村拿下来，代表新竹县新埔国小沈幸村。双方都在试探。没有错，沈幸村现在2比0的领先。哦，这个上端有5比0，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哇，这边又补一个中端的分数，7比0。哦哟，这边想要直接拼一个上端。对，但是反而是一倒地变8比0了。哦，这边要拼对方上端，两边都没有。后方这边拿到一个中端的分数8比2，但时间所剩大概剩下35秒。沈幸村这边再拿2分，10比2，要积极进攻。剩15秒，后方要拼一下，拼这个上端这边。靴子踢有吗？没有错，看教练有没有要进行挑战。有。好，比赛继续进行，现在是沈幸村13比2， 11分领先。他接下来应该会比较保守一点，最后是2比0，没错，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挺进到冠军赛了。下一场比赛要进行的会是赖佑旭要对到梁家瑞，前方选手是赖佑旭，后方选手是梁家瑞。两位都很保守哦。还在试探当中。对。梁家瑞先拔着头筹，2比0。哇，再一个中段的分数4比0，红方乘胜追击，积极的6分的，是连续3个中段分数，抓人6比1。到最后那个红牌、青牌会一直出现，对，都要争取到最后。自己的权益。咱们有裁判老师提出一些状况，看一下有没有要做更改。所以抓人后的那2分也不算，现在4比1。来又去2分，中端分数有拿到。
哇，转身，这个5分哦，9比3，瞬间拉开。来后续这边有中端分数2分，不过自己倒地也来扣1分。我刚刚中端露出了空档被抓到，是连续2个，14比5。现在16比7，哇，这边想要做一个回旋的动作，并没有成功。9分差距，还有10秒钟，抓准空档，继续努力。青方非常积极的在进攻，没有错。我追上龙，追了一半了。18比9。第1回合结束，是由梁家瑞拿下了第1回合1比0。赖佑旭的进攻还是非常的积极，还是有机会在第2回合重整旗鼓，把分数给拿回来。好，准备要来进行第2回合。赖佑旭持续猛攻，有拿到2分的中端分数了。青方选手的教练拿出，然后进行挑战。上端的分数来进行确认。龙埔国小李佑珍，花莲市中正国小曾佑熙，花莲县化仁国小何彩玉，花莲县凤林国小庄秀泰，花莲县化仁国小杨雨熙，新北市文德国小林妍希。这个 play 看比较久，进入到了第2回合。因为这一回合，青方非常的积极的进攻。是。该是对这个位置，哇，最后是并没有，那就是挑战失败。2分，现在是2比0，而且没有挑战的机会了。哇，持续猛攻哦！各拿一个中端分数4比2。然后是在上一场比赛也是逆转胜，这场比赛能不能如法炮制？看一下他表现，现在还是有2分领先，只剩1分钟。红方选手也还有逆转的机会。2方都不敢随便出脚。没有错，我发现有空档就直接被抓到了。哇，现在6比6平手，又回到原点了。还有40秒。赖佑旭的手的护具。这边2边互相攻击，赖佑旭连拿了连续的分数13比8。马上拉开了，没有错，哇！再加一个红方倒地，14比8。14比8。抓准机会，空档往前冲。红方有出界吗？没有，没有，他只有1只脚。是15比10，没事。16比10。
哦，中端哦，我方选手梁家瑞连续的4分追上来，还有机会，他会不会直接把赖佑旭终结？还有15秒钟，赖佑旭这边拿下了第20分，20比14，20比18，哦，追上了。分差。好，时间可能要再调一下，因为刚刚暂停后时间还大概多跑了3、4秒钟，还在跑啊。哇，这个第2回合也打得很精彩。他是在调时间吗？也还是针对，我现在在针对时间的部分来去做调整。啊，对吗？啊，在调时间。对，好，还有8秒钟，2分差距，继续开始。哦，22比20，又拿中断。22比24，24平，剩下1秒钟，26平。哇，那这样子哇，太精彩了！花莲县嘉义国小小义成，花莲市中正国小王瑞玲。这2位选手实在太优秀了。哇，最后是赖佑旭拿下第2回合，两边准备要进入到第3回合了。哇，超精彩！国小林成俊，花莲县统大国小林宇娟，屏东县东龙国小孔哲玉。哇，这回非常精彩。两边都是猛烈的进攻哦，就是拼搏就对了，对，就有踢就有机会得分。好，比赛要来到关键第3回合，这2位选手都非常优秀，谁可以挺进冠军赛？这是赖佑旭还是梁家瑞？最后的1分半钟，我们来看一下。哦，率先得分是赖佑旭4比2，哇，而且梁家瑞倒地变成5比2了。哦，哦，中端刚刚又拿到了7比2。哇，梁家瑞选手要维持住，我不能气势被对方带着走。刚刚自己倒地变8比2。对，有时候哈，输了一些分就会有一点慌，就会乱踢了。是。不过像刚刚最后乱踢还是2个就是很厉害了。现在8比2。有6分的领先哦。还是很积极的在做进攻，这边近距离两边都没有分数。哦，哇，反倒是赖佑旭距离拉开了，11比2。哇，梁家瑞倒地，12比2。哇，赖佑旭倒吃甘蔗哦，可能有点脚软。没错，体力上持续的攻击。梁家瑞拿到一个中端分数，12比4，剩下10秒。梁家瑞感觉也是累了，对，有了，拼一下意志力，最后的5秒钟。哇，这边拼了一个中段，哇，2个，12比8，1秒钟。13比8，要拼一个后旋的上端，并没有成功。哇，赖佑旭上演了精彩逆转秀。哇塞，第1回合，红方也是很厉害，没有错，没有放弃。继续的在拼，甚至到了最后1秒钟都还是持续的努力，很积极的努力，很精彩。第1回合是红方选手梁家瑞提前结束了赖佑旭，第2回合两边甚至是平手，比到了关键分才分出胜负。那到第3回合也是战到了最后1分1秒，才是由赖佑旭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这场比赛进行的是编号1088的赛事，由王斌要对战的是梁少奇。
开赛现在是梁少奇，现在先取得了4比2的领先。哦，加3分，红的加3分。哦，哦现在变回7比7了。哦，红的中端没有拿到分数，7比7，还是一样状况。哦，前方选手倒地。哇，还是平手8比8，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第一回合。台南市东光国小刘新玉，安顺国小张庭宇，花莲县北埔国小陈玉柔，桃园市瑞埔国小张凯，青方比较主动攻击。中市潭子国小黄佑琪，屏东县丰田国小张晴宇，高雄市瑞兴国小赵义成，还有不到30秒钟时间，还是8比8，哦，10比8了。王斌，哇，连续2边都有得分。东龙国小王斌现在12比10领先，14比10，新竹县松林国小温成浩16比10。文昌国小江若谷，请以上几位选手。剩下最后7秒钟，目前8分差距，要拼一个。前方选手倒地，18、11啊，时间剩下2秒钟。是第一回合由王斌代表花莲县北埔国小的选手拿下来。候选。那就要来看第2回合了。王斌一样率先拿下2分，2比0。梁少奇在前面比赛进攻的能力是很好的，这场比赛看起来王斌在防守的部分做得还不错，并没有让梁少奇有太多机会可以掌握到空隙。哇，刚抢完一个上端的空档露出来了，3比2。节奏又慢下来了。是。哎，有。现在是9比7，王斌有2分领先。两位现在都保守的攻击，1分差距还有10秒钟。哇，这个中段拿到分数，哇，那王斌也回进一个，13、12，还有3秒，会不会逆转？哇，15平，那就要看技术分。第2回合，
第一回合就打得非常的精彩。现在第3回合，现在两边1比1。哦，青连续5分了，没有错。花莲县复兴国小郑子琪，哦，是秀朗国小梁家润，台中市私立华盛顿双语小学徐彤，现在是5比0。桃园市建国国小胡马5比2，还有50秒钟左右的时间。以上选手正竞赛组跟着旗帜接力鼓领奖。现在以终端攻击为主了。嗯，还有40秒。桃园市乾隆国小庄宇杰，桃园市祥安国小李景恩，新北市安和国小王祖先，集美国小黄。第3回合还有不到40秒钟的时间，现在9比4，北埔国小王斌现在取得领先。11比6，两边都互有分数进账。现在差距拉大了。还有6秒，没有错。这时候会来提出挑战。没有。哦，那就是最后的几秒钟会定胜负了。最后6秒，5分差距，只能放手一搏了。最后连续攻击，对，最后的几次攻击，但都没有办法有效的分数进账。最后是来自北埔国小的王斌挺进到了冠军赛。新北市建国国小曹佑轩，高雄市慈溪国小陈玉涵，请至斯里卡领奖。好，接下来下一场比赛要进行的是杨承安对战林佑颖。北京国小的林佑颖要对战东大附小的杨承安。哎，有了，得分了。是林佑颖先拿3分。哇，精彩！这边倒地被扣了1分，现在是6比2。杨承安非常积极在做进攻。红方比较消极，一直退哦。是。还有50秒。50秒。哇，蝎子关键的3分拿下来，比赛还在射程范围内，3分差距。
调整好，继续来。40秒钟的时间，两边有4分差，都还有机会。持续要使用蝎子的攻势哦，但没有成功。11比5，落地被扣1分，12比5。这个红的选手蛮习惯用蝎子踢，是。第4次了。哇，第1回合是由林佑颖拿下胜利。好，第2回合正式开始。第2是林佑颖拿下来。青方是很主动攻击。哦，红方先拿下3分。5比1。在杨川，我听到场边的队友的加油哦，现在有如神助，现在是9比3取得领先，在第2回合。他现在有比较主动攻击。对。哎，9分，9比3呢。没错。哇，厉害了。你们要大声一点。现在9比6，还有30秒。杨承安越打越有信心了。没有错，不过林佑颖的应援团也很大声，因为都在我们旁边。对。现在两边3分差距。哦，哇，2次。这个上端拿到14比3，哇，落地变14比14平手了。还有8秒。8秒。哇，蝎子踢有，很精彩。是，但是马上场边有出现挑战。现在是3分差，那就看一下场边挑战是要挑战哪一个部分了。好，第2回合，第3回合准备要开始，两边现在1比1。我开始这边挑战上端没有得分，哇，很精彩哦。哇，杨承安率先拿下2分，没错，2比1。护具歪掉了。是。
哇，还是有1分差距，杨晨安现在1分领先，还有1分钟的时间。这边有没有分数？没有，4比3，小心出界。啊，哇，杨晨安出界变成4比4了。有时候就是太专注了，没有注意到。对，还有43秒。红方主动攻击，要拼一下哦，还有30多秒钟的时间。现在林宥颖取了2分领先，8比6。刚刚有个中端的得分，哇，林宥颖再添2分，10比6。还是10比6，20秒钟，所剩的时间不多了，杨晨安要加快速度了。这边中段有没有分数？没有，还是10比6，剩下11秒。哇，杨晨安这边落地，然后变11比6了，时间所剩不多了，要拼一个。哇，上端吃到14比6。哇，又是一个落地失分啊，15比6，那就比较没有什么悬念了。恭喜林宥颖赢得了这场比赛，挺进到了34公斤量级的冠军赛啊，对手将会是王彬。上面还相当踢空了，对，也是一路鏖战到了第3回合。下一场比赛我们要为各位带来的是48公斤量级的比赛，来自顶埔国小蓝星夏要对到的是中升国小张杰明，一样是4强赛，赢的可以挺进冠军赛。现在2比2，各有进账，没有错。哎，哦，上端拿到了分数7比2，看起来是红方选手略高一点。这个分数马上拉开。没错，张杰明跟蓝星夏。哇，连续！哦，小心出界！哇，15比2，张杰明攻势非常凶猛哦。动作好快，嘿嘿，趁你病要你命，趁你还没有注意到的时候，赶快猛压上去，拿下了第1回合。连续，好，准备要进入到第2回合。第2回合开始。看一下蓝夏在第1回合结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解决？哇，一个回旋5分。哦，是萧吉，6比0。哇，这个上端直接9比0，好强！没错，技术型选手。还有1分钟，要积极一点的进攻了。9比2。哦，哇，这边是不是又吃到一个上端？12比2。10分差距，还有50秒。哇，中端这边吃到，那就是张杰明直落2，挺进到了冠军赛，表现非常的好。轻松打，轻松打，没有错。那下一场比赛，在我们场地为各位带来的一样是48公斤量级的赛事，是代表大同国小的黄品学，以及对到北埔国小的张宏恩。好，比赛开始。
青方相当主动。哇，没错，这样是猛攻哦。不过红方这边也是快很准，8比6，并没有落后很多。10比6。12比8，哇，两边分数进账都非常的快。14比8，16比8，哇，洪敏学，命中率越来越高了。中端攻击。哦，再一个吗？20比8，哇，中端攻击连续的。两位选手都是中端攻击，没有错，28分都是中端得分啊。哎，投3分，有7比2，7比4，两边的得分都蛮多的。对。红方边退边攻击，还是有办法拿到6分。对，相当不错。很明显是新方这边非常的主动，对，把红方逼出去了，12比6。红方要赶快转进来。哇，20比8，黄品学展现出很强大的实力。哇，那很期待黄品学在等一下冠军赛会跟张杰敏的对决。哇，两个在4强赛都是以秋风扫落叶子之拿下胜利。哇，很扎实。下一场比赛要为各位带来就来到冠军赛的转播了。这场比赛会为各位带来的是国小高年级黑带男子组25公斤量级的冠军赛，由青方是代表花莲市中正国小的尤宏恩要对到是苏彦成代表桃园市景兴国小，青方是尤宏恩，红方是苏彦成。能够进到冠军赛，他的抗压还有技术都是相当成熟的。没有错，两位选手在4强赛表现都非常的好。看一下，尤宏恩很擅长在近身的时候攻击对方的上端，就像现在，但刚刚没有得分。主播看得很开心。有，已这个很精彩，看出一点那个学问了。哦，3比3，5比3。哇，很强。7比3，红方选手苏彦成现在是4分领先。刚刚尤宏恩又是一个上端的得分，9比6。现在苏彦成3分领先。这边是不是又吃到了一个上端？12比6。我们在急着进攻的同时，比较会有破绽露出来。看一下这个蝎子脚是并没有踢到。加一个落地的分数，现在12比7。哇！第2次蝎子脚，两次都并没有成功，不过很勇于尝试，并没有因为领先就处于比较保守的状况。哇！第3次短短的时间，连续3次的判罚。这个时候，青方的教练尤宏恩的教练要提出挑战。
这个时候呢，教练就努力指导，在赛场上努力指导。哦，有3分，哦，那很厉害了。大家应该会平手了。12比12平手，还有不到30秒钟的时间。哦，14比中端12，上端17比12，5分差距。哦，这应该第4次喽。你都知道，你有注意哦。哦，现在对永宏来说，积极的压迫对手，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他逼出界，或者是让他倒地，也是一个方式。最后第1回合由苏彦成以22比16拿下第1回合的胜利，1比0取得领先。其实也是互有来往。好，准备调开始第2回合了。那边4比2，哦，永宏连续的进攻，永远取得2分领先。1分10多秒钟的时间，这回合刚开始而已，6比4。2个选手都积极抢攻，没有错。哦，这边想要用一个回旋上端的攻击，并没有得手，4分差距。节奏稍微慢了下来。哦，永宏这边连续攻击得手，10比6。中端再拿分数，上端两边互有来往，15-10，5分差距。哇，两边平手了，永宏中端拿下17分，下面两边2分的差距，还剩下20秒。所以他们积极进攻都没有那个多余抱啊拉的犯规动作，是很干净利落。对，这个因为已经达到冠亚军的选手，他知道说什么是犯规，他们这种多余的动作就比较少做了。现在这边17比17平手，剩下6秒钟。哦，好紧张。哦，还有1秒。哎，18、9。哎。哇，最后是苏彦成在最后拿下了关键的分数，赢得了比赛。你看他们2个打，你不用担心说他喜欢推啊抱啊，没有错，已经达到冠亚军的选手就是这么优秀。恭喜苏彦成选手拿到了25公斤量级的冠军。好，下一场比赛要看到27公斤量级由刘敬成要对到何承泽，分别代表的是甘源国小以及山顶国小。比赛开始。2队都非常积极进攻。是。哎，上端。上端。互有来往，5比5、7比5，哇，好精彩。没错。哦，又有一个，又有一个。
哇，互有来往哦，11-10。你一脚我一脚。对，红方拿到了上端分数，13-11。我这边要做一个回旋的攻击，拿到了4分哦。转身加2分，没错2分。19-13。哦，22，把分数拉开。哎，何生哲进攻非常的厉害。分数拉开的还有14秒。没错。8分的差距。还有7秒。好，来进行挑战。哇，第一回合2边分数加起来非常的高哦，33-24。所以这个攻击的次数就很多。对。现在要进入到第2回合，何生哲是1比0领先。哇，很猛烈的进攻，现在是2-2。两边都不退缩。没错。哎，有选手倒地。哦，CST 有打到。嗯，对。好，那倒地就不会扣分。现在是。哇，连续中端，两边都互有来往哦。你看青方还在注意教练，看有什么指示，可能教练有跟他提示要怎么攻击。但是有时候在場上也不能太把注意力放在教练身上，不然被对方偷袭这样。哦，对对对。好，现在是10比9。再来继续进行，先何生哲4分领先，哇，上端19-12。像这种打法就是很精彩。嗯，没有错。都没有拖延，也没有。两边都非常的快节奏在进行，然后也进攻比较少，推啊拉的，抱啊那些，没有错，那种犯规动作。哇，有3分。青方挑战成功，还在4分差距，还有追赶的机会。
2个中段就会追上来，哇，逆转了，在22比20，2分差距，这边要拼一个上端没有成功，15秒钟，还有机会，好紧张，到底谁会得分？哇，这一波下来没有人得分，22比20，2分差距，剩下不到10秒。哇，这边两边都互攻击到对方的中端。哇，要蝎子踢，蝎子踢没有打中，最后何承泽27比22。2个实力都相当的强。没错，那接下来看到的是，青方这边教练要提出挑战，算是赌一把，看一下这边到底有没有攻击到。非常的精彩哦，这也是战到了最后一刻，哇，没有，那就要恭喜红方选手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恭喜何承泽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也是27公斤量级的冠军。陈继勋。接下来下一场比赛为各位带来的赛事转播是29公斤量级的比赛冠军赛的部分，会看到的是黄鼎钧要对战张宇翔。青方是黄鼎钧，红方是张宇翔。目前还在确认场次的状况。后续也有一些原定在第1场次的比赛有移师到第3场地来进行。好，比赛准备开始。29公斤量级的冠军赛，黄鼎钧要对战张宇翔。哇，一开始就是猛烈的进攻，上单得分。闪躲，很有水准。对，哇，选手倒地，帮助红方选手张宇翔打破鸭蛋，3比1。这个双方的要攻双方的上端都很难的，很困难。是，哇，刚讲完马上马上就得分了。没错，是一个上端得分，6比2。哦，红方这边也有3分的得分，上端也有攻击到6比5。这个都要小心出脚。哦，哇，落地，10比6。哇，又倒地，11比6。现在红方选手张宇翔取得领先。就是你抬起来，我也抬起来，两个相互阻挡，所以要踢头蛮困难的，连续几脚都没有办法有效的攻击。
第一回合结束，是由红方选手拿下第一回合。好，休息一下之后，准备要来进行第二回合的赛事。继续开始。哦，回旋这边有拿到3分的分数，不过青方选手的教练马上要来提出挑战吗？好，所以在这边教练更正，裁判老师要进行开会讨论。张宇翔选手现在是拿下了第一回合在第2回合一开始是先拿了3分，攻击上端。哦，1分，1分，红加1分。哎，青的也来争取。对，青方选手这边要提出挑战。好，结果出来，哇，也是有3分，哇，这个第2回合一开始就很精彩，你来我往，没错，现在变成了4比3。他可能要看刚刚那一脚头上。是，现在红方这边也提出了挑战。哇，这边挑战又成功，再添3分，10比3，剩下不到1分钟的时间了，差很大。青方选手这边要想办法加快进攻节奏。王鼎钧张宇翔只是差7分，压力很大。对，也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啊。现在还是一样是7分差距，还有35秒钟，领先的还是张宇翔。现在2位保守的踢了。对。王鼎钧要拼一下，剩下20秒钟。他好像都攻不进去。是，防守感觉守非常的密不透风。现在再添2分，12比3，9分，哇，14比3。而且场边教练还要喊出进行挑战。哇，再添2分，那就变成了16比3，提前结束了这场比赛。恭喜红方选手张宇翔拿到29公斤量级的第1名。那恭喜今天有非常多精彩的比赛。那场上同时其他场地也还有正在进行的赛事。
如果还要继续观看比赛的话，欢迎来到现场来为选手们加油。那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一整天，哇，特别是到了冠军赛，整个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跟大家分享一下心情如何？本来我们国小的小朋友，不管是从早上开赛或者到结束，我都认为说这个赛事都是非常精彩，小朋友都是很有经验的，不是一般的就是说来打着玩了。所以我希望更多道馆来参加我们的这个选拔赛。是，谢谢老师今天一整天的讲评，还陪伴我们到现在这个晚上7点钟。那也恭喜所有有得奖的选手。那不管有没有得奖，其实能来参加比赛都已经是最棒的。是的。那同时也谢谢所有的工作人员，以及裁判老师，以及转播团队。我是主播孟婷，我们下一次比赛再见，拜拜。谢谢，拜拜。